穿越斗罗，你成为密室斗罗之前的教皇千寻疾，开局就遇到比比东誓死要和玉小刚私奔。相比原著中将比比东关进密室，化身密室斗罗，你果断废除比比东魂力，剥夺其圣女之位，并把他逐出武魂殿，成全他与玉小刚双宿双飞。此时比比东的声音在教皇殿中不断回荡：师父，我和小刚是真爱，求你成全我们。你冷漠地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比比东，对眼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感到无比厌恶和恶心。就在你思索怎么处理比比东时，丁选择系统激活，选择1，强行留下比比东，获得密室斗罗称号，从此在密闭空间之中战无不胜。选择2，废除比比东魂力，将他赶出武魂殿，奖励10万年神赐魂环1枚，魂力等级正1，获得天神神格资格。面对眼前出现的2个选择，你直接一掌拍出，将比比东体内的魂力毫不留情地摧毁。师父，你在做什么？比比东惊恐地挣扎，可他哪里是封号斗罗的对手？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你的师傅，你也不再是圣女，武魂殿曾经培养你的，现在我一并收回。话音落下，你身上的魂力消散，收起手掌，冷眼看着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比比东。滚吧！比比东艰难起身。师父，你一挥衣袖，将比比东扔出教皇殿外，冰冷的声音传出：你我师徒缘分已尽，去找你的玉小刚吧。咚的一声，教皇殿沉重的大门关上。现在的比比东魂力尽失，体内经脉尽断，根本没有能力推开教皇殿的大门。师父，比比东带着哭腔大喊，他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果断，直接将他魂力废除，逐出武魂殿。这时教皇殿的守卫走上前，盯着比比东冷漠开口：不好意思，现在你不能待在武魂殿。说罢，他们架着比比东将其扔了出去。教皇殿中，你看着手中的10万年神赐魂环，毫不犹豫将其捏碎。只见一道红色的魂环缓缓形成，顶替掉先前的黑色魂环。现在你的魂环配置为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突然全身魂力激荡，许久都没有动静的魂力等级，此时竟然得以突破踏足96级，这感觉真不错。你深吸一口气，坐在教皇椅上，放眼望去，前途一片大好，也不会因为一时的选择错误而身败名裂，甚至丢了性命。这时教皇殿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千道流的身影出现，他怒视着你：千寻疾，你废了比比东，将他逐出武魂殿。你点了点头。你知不知道比比东的天赋有多强？武魂殿尽心尽力培养他这么多年，你说废就废了。父亲，比比东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就算强行留下，也没有好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点父亲你应该明白。本来兴师问罪的千道流突然安静下来。当年天使神考，你能有现在这般果断的话，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父亲，当年之事不用再提。千道流深深看了你一眼，转身离开。这几天我的儿子有着很大的变化，这些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总的来说也算是好事。另一边，比比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和等待在武魂城中的玉小刚相遇。玉小刚见到比比东竟然变成这副模样，瞬间脸色大变。东儿，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比比东抱着玉小刚痛哭。小刚，我被师父逐出武魂殿，修为也被废，从小我就跟在他的身边，他就像是我的父亲一般。我不明白这次为什么会如此绝情。玉小刚安慰着痛苦的比比东，眼中满是怒火。心爱的女人竟然被伤害成如此模样，我必须去讨回公道。比比东柔弱地抓着玉小刚的手询问：小刚，你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对不对？玉小刚点点头。我不会离开你的，放心休息吧。安顿好比比东后，玉小刚一脸怒气地向着武魂殿走去，但却被守卫拦下。他立即愤怒大吼：让我进去，我要找千寻疾。守卫冷喝：放肆！教皇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玉小刚冷哼一声，掏出长老令牌：我要见教皇。守卫这才不情愿地让开一条路，还不忘警告他：再敢直呼教皇名讳，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此时教皇殿之中，月关向你禀报：玉小刚手持长老令，闯进武魂殿，直言要见您，您看是不是赶出去？你眼神中闪过一丝玩味，让他过来吧，我倒是好奇他想要干什么。片刻之后，玉小刚仰着头走进教皇殿之中，你不屑瞥他一眼：你就是玉小刚，还真是挺自傲的。玉小刚没有理会你的挖苦：千寻疾，东儿可是你的徒弟，你们相处10几年，他早已把你当成父亲一般，你怎么能如此绝情？你眼神中更加戏谑：你是来质问我的？玉小刚冷哼一声：对自己的徒弟都如此无情，你有何资格坐在教皇之位？看着玉小刚嚣张的样子，你的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一个废物竟敢这么和我说话。玉小刚站在原地指针：千寻疾，武魂殿的圣女，我们不稀罕，但是你必须亲自给东儿道歉。你再也忍不住肆意的放声大笑起来。真是一个跳梁小丑，我真不知道比比东看上你什么了，是你这副不知天高地厚自傲的样子吗？我武魂殿培养出的圣女，怎么能眼瞎到这种程度？玉小刚脸色阴沉下来：千寻疾，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还不明显吗？你这就是在找死。说话间，你封号斗罗的威压展开，拳术向着玉小刚压去，只一瞬间，他便双膝跪地，动弹不得。你哪来的胆子敢这么和我说话？是你29级的魂力吗？面对你不断加码的威压，玉小刚此时已经被压得抬不起头，弯下了腰，额头上的汗珠不断砸落在地。此时他的眼中满是恐惧，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自己不过只有29级的魂力，而他所面对的可是大陆第一势力武魂殿的教皇95级封号斗罗。不过玉小刚还是咬牙不肯认输。错了就是错了，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屈服。是吗？你看向月关，玉小刚冲撞本教皇，出言不逊，无端谩骂，该怎么处置？月关冰冷地盯着玉小刚：凌迟处死。玉小刚的身体不由得颤抖，他能感觉到，只要你下令，月关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千刀万剐。等等，
冬儿是武魂殿圣女，你不能杀我。现在的玉小刚彻底吓破了，两大封号斗罗的威压笼罩他，那种从精神到肉体的压迫感让他发狂。你继续杀人诛心。比比东已经不是我武魂殿的圣女了，你不知道吗？这都是拜你所赐。玉小刚又想了想，我是玉元镇之子，你们杀了我，会挑起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战争的。你嘲讽的话语像是一柄尖刀刺向玉小刚。蓝电霸王龙家族会为了你一个废物和我武魂殿开战？你太看得起自己了。选择一，击杀不知天高地厚的玉小刚，以正教皇之威，奖励5000年魂骨1块。选择二，子不教父之过，玉小刚胆敢冲撞于你，必须命玉元镇亲自来领人，奖励万年神赐魂环1枚。你看着面前出现的2条选择，更加不屑地看向玉小刚。杀了他竟然才值1块5000年魂骨，真是够垃圾的。不过留着玉小刚看起来用处更大，薅点羊毛也能凑合着用。也许等唐三出现之后，玉小刚的身价能涨涨，到时候就能给点不错的奖励。月关，把他拉下去关进水牢，通知玉元镇过来领人。月关立刻应答：是，教皇，我会让水牢中的犯人好好照顾他。随后大殿中只剩下你一人，拿出那枚万年神赐魂环，轻轻捏碎。从现在开始，你的魂环配置变成黑黄紫紫黑黑黑黑火。看着掉落在地上的长老令牌，你随手摧毁。这块令牌乃是比比东私自下发给玉小刚的，为的就是能让他自由出入武魂殿藏书阁，便于研究那所谓的武魂理论。到头来理论研究的怎么样不说，反正是把武魂殿的圣女给研究跑了。另一边，玉小刚被月关带进水牢之中，水位淹没肩膀，犯人拉屎撒尿都在里面，导致味道极臭，其中甚至能看到蛆虫。这位新来的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公子玉小刚，你们几个好好照顾他，别搞死了就行。说完，月关转身离开。只见犯人们狞笑着围住玉小刚，那模样就像是看待宰的羔羊一般。玉小刚十分紧张，你们想干什么？所有的犯人狞笑着。姐，干你！什么？玉小刚条件反射退后，却被锁链困住。转眼犯人们已经将他围住，他们那满是蛆虫的手放在玉小刚的头上，用力的向着臭水里按下。主动点，兄弟们还能对你温柔些。玉小刚不断的挣扎着，他看着一条条令人作呕的手臂，恶心不已，更不用说一直泡在臭水里的身体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玉元镇是我父亲。我们真是好害怕，你不说还好，一说我们觉得更刺激了。我倒想看看玉元镇怎么不放过我们，难不成他还想打进武魂殿？犯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手上的动作也没停，用力将玉小刚整个人都按进水中。咕噜噜，玉小刚想张嘴求饶，臭水瞬间顺着嘴巴钻进去，差点把他呛个半死。不到片刻，水牢中爆发出变态的笑声，其中夹杂着玉小刚求饶与惨叫的声音。蓝电霸王龙家族中，玉元镇已经见到武魂殿派来的传信特使。玉小刚冲进教皇殿，冲撞教皇，理应凌迟处死，但念在武魂殿与蓝电霸王龙家族关系的份上，饶其一命，现已关进水牢之中，请玉家主尽快前去领人。玉元镇震惊的起身。什么？传信特使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看那样子是让玉元镇现在就出发，一刻都不能耽搁。玉元镇深呼吸一口气，脸上挤出一个笑容。特使大人，请先用茶，玉某人先去准备一下。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暗金会员卡，放到传信特使的手中，里面有10万金魂币的额度，可在我家族旗下产业随意消费，小小心意还请笑纳。特使不着痕迹地收下暗金会员卡，拿起茶杯细细地品着茶，算是默认了玉元镇的要求。注意时间。走出会客厅，玉元镇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背后里随我去见教皇大人。玉小刚的死活不重要，要是惹恼了教皇，令武魂殿出手对付我们，那我蓝电霸王龙家族还有活路吗？几个时辰之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车队抵达武魂城，玉元镇一刻都不敢休息，连忙向着武魂殿赶去，却在门口被守卫拦住。玉家主不好意思，教皇大人休息了，请明日再来。玉元镇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只能先在武魂城安顿下来。此时武魂城最大的酒店之中，比比东从昏迷中醒来，见玉小刚不再，猛地冲出房间。小刚你在哪？与此同时，玉元镇来到这家酒店，两人刚好碰上。圣女，你怎么在这儿？玉元镇和比比东自然是认识，和玉小刚处上对象之后，两人见面的机会更加多。这几年他还暗中给玉元镇不少的照顾。玉叔叔，你是来找小刚的吗？他白天还在，现在我也找不到他了。玉元镇察觉到比比东魂力气息不对，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来得及多想，还想利用比比东武魂殿圣女的身份打探一下教皇的态度。好侄女，小刚闯大祸了！比比东连忙询问小刚怎么了。玉元镇重重吐出一口气，和比比东找了一个安静的包房坐下。今天武魂殿传信特使前来，说小刚当面顶撞教皇大人，现在已经被关进水牢之中。比比东大惊失色，水牢那个地方他可不陌生，关着的都是穷凶极恶之人，而且全部都心理变态。那我们要赶快将小刚救出来啊！要是晚了可就来不及了。玉元镇很是认同的点点头。我备了厚礼前来，但是没见到教皇大人，你看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比比东苦涩的摇摇头，现在恐怕不行。玉元镇疑惑，怎么了？我被师父废了魂力，逐出武魂殿了。我现在已经不是武魂殿的圣女了。玉元镇瞳孔地震，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比比东被逐出武魂殿，肯定和玉小刚有关。他可是千寻疾
级的亲传弟子，被当成下一任教皇培养，竟然就这么被逐出武魂殿了。比比东回答：今天早上的事情，本来我和小刚约定好私奔，但是我被师傅抓了回去。逆子怎么能做出这种糊涂事呢？玉元镇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千寻疾竟然连自己最爱的亲传弟子都能毫不留情地逐出武魂殿，那我蓝电霸王龙家族又算得了什么呢？比比东仍是倔强。我和小刚是真爱，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武魂殿也不行。你们，玉元镇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他现在真的很想骂你们两个的爱情爽了，我们整个家族的脑袋都要搬家。比比东看着玉元镇生无可恋的表情，咬咬牙把态度稍微放缓。玉叔叔不要担心，我现在就去武魂殿，求师傅放过小刚。怎么说我们都有这么多年的师徒情分，相信他不会太过为难我。好，我等先知好消息。玉元镇这才反应过来，刚刚他实在是太过震惊，都忘了此行的目的。现在比比东自己提出去见千寻疾，那是再好不过。比比东一刻都不敢耽搁，立刻起身向着武魂殿走去。他到现在都不愿意相信师傅真的把他逐出武魂殿，他认为这只是在磨练他，谁想却被门口的守卫挡住了。何人胆敢夜闯武魂殿？是我，武魂殿圣女比比东。守卫首领冷哼一声：“不好意思，我们武魂殿没有圣女。”比比东脸色一变：“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当真不怕我责罚你吗？”这位女士，我再强调一遍，现在我们武魂殿没有圣女。说着，守卫首领毫不客气地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如果你还敢冒充我武魂殿圣女，别怪我们不留情面。比比东气得浑身发抖。自从被千寻疾带到武魂殿，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一个小小的守卫就敢对他这么说话。等磨练结束，他发誓一定不会让他们好。比比东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我要见我师父教皇千寻疾，请出示教皇手谕。”比比东近乎抓狂：“我见我师父需要什么教皇手谕？要不是我现在魂力尽失，恨不得一掌拍死面前的守卫。我现在就要见我师父。”说着，比比东便想强闯武魂殿。守卫冷哼一声，身上威压放出，比比东瞬间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扔出去！转眼，比比东被两人架起，脱离武魂殿，毫无顾忌的扔下。他趴在地上，只感觉极其屈辱。他堂堂武魂殿圣女，竟然被两个小小的守卫像一条死狗一样拖出。此时，教皇殿内你正在处理事务。月关走近汇报：“刚刚比比东想要强闯武魂殿，说是要见您，已被守卫拦下。你头也不抬，你们看着处理就行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还需要禀告于我吗？”月关应声退下。另一边，比比东失魂落魄地走回酒店。玉元镇也早就得到比比东被拒的消息，此时正待在房间之中思考对策。现在千寻疾明显是对比比东失望，连亲手培养的圣女都能不要，更别说我蓝电霸王龙家族了。下人这时来禀告：“家主比比东要见您。”玉元镇烦躁至极，摆了摆手：“不见就说我休息了。”次日天蒙蒙亮，玉元镇便带着众礼等候在武魂殿门口，直到太阳挂在头顶，才得以被召见。你的威压笼罩而去，哪怕玉元镇同样身为封号斗罗，此刻也不由得一阵腿软。玉元镇，你们蓝电霸王龙家族真是人才辈出啊！玉元镇脸色瞬间大变，玉小刚早已和我蓝电霸王龙家族断绝关系，还请教皇大人明鉴。不过我蓝电霸王龙是大陆上有头有脸的家族，玉小刚做出这种事，我们愿举全族之力做出补偿。选择一，拿出比比东暗中帮助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证据，甩在玉元镇的脸上，打碎其满口牙，灭杀蓝电霸王龙家族，收拢所有资源，以弥补比比东的损失，奖励10万年神赐魂环1枚，魂力等级正一。选择二，接受玉元镇举全族之力补偿的提议，维护武魂殿大陆老大哥形象，奖励10万年神赐魂环1枚，魂力等级正一。你看着眼前的两个选择，心里默默盘算着。虽然现在没有争霸的心，但是很难保证以后没有。现在全大陆一片祥和，武魂殿贸然将蓝电霸王龙家族全灭，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造成其他宗门势力抱团取暖，这对武魂殿长久发展很不利。想到这里，你当下有了决断。既然你这么诚心，我武魂殿自然不会小气。不过你们蓝电霸王龙家族举全族之力赔偿我武魂殿，势必会对你家族后辈的修行造成严重影响。我千寻疾虽然身为教皇，当为武魂殿考虑，但你我二人私下也算朋友，我不能置你和你的家族逐步走向灭亡。玉元镇听着这话，心头跳得厉害，他感觉你每说一句话，他的家族就被吞掉一些。终于，你下达了最后指令：从今往后，你蓝电霸王龙家族送来的资源，我武魂殿会全部用在培养你们家族后辈的身上。不知玉家主意下如何？当然，为了他们着想，就在武魂殿住下，等到成年之后，自会全部送回蓝电霸王龙家族。玉元镇一阵脑袋发懵，千寻疾这是要挖根啊！这样一来，用不了几年，蓝电霸王龙家族就会成为武魂殿的附庸，连上3宗都算不上了。教皇大人，这怎么行？你眼眸微眯，不行吗？那算了。玉元镇生怕你反悔，立刻回应：多谢教皇大人。见此，你不再理会他。月关召集殿内高手剿匪。是。月关冷漠地看了玉元镇一眼，立刻转身离去。转瞬间，武魂殿外便传来大批人马集结的声音。玉元镇哪里不知道你的意思？恐怕这个匪就是他蓝电霸王龙家族吧？他连忙正色：教皇大人，我考虑之后觉得您的提议很好，我同意。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月关这时走进大殿，启禀教皇，殿内高手集结完毕，请下令。你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剿匪的事情暂时不必，匪想通了。月关，你跟着玉家主去一趟蓝电霸王龙家族，他打算将族内适龄孩童全送来我武魂殿修行，你可要沿途保护好他们。要是少一根毛，我唯你是问。玉元镇低着头，心里直骂你：千寻疾，这是连装都懒得装了，直接摆明是在针对我蓝电霸王龙家族。你又补充了一句：带着玉家主去水牢，把玉小
小刚带走，让他们父子重逢。水牢之中，玉小刚生无可恋地飘在水中，刀疤哥和杰哥等狱友正满脸痛快地大笑。这富家子弟果然细皮嫩肉。这时看守水牢的守卫开门，狱员正进来，脸色铁青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玉小刚看到了救命稻草，拼命游去。终于来了，父亲！月官吩咐守卫，还愣着干什么？快把玉公子放出来！当玉小刚被拉出来的瞬间，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见不少的蛆虫正在他的臀部爬着啃食着。狱员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愤怒地挥着衣袖离开。月官冷笑一声，让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把玉小刚抬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敢得罪教皇大人。武魂城最大的酒店中，狱员正铁青着脸命人将玉小刚抬下，顺便让医师为其治疗，自己和其他人则在月官等一众武魂殿高手的保护下，向着蓝电霸王龙家族而去。比比东听到动静，连忙跑过来。小刚，你怎么样？玉小刚双眼通红。千寻疾他不是人，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的。几天后，你看着面前几十位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孩童，满意的点点头。想必你们对于武魂殿并不陌生，能得到我们的培养是你们的荣幸。一番训诫加洗脑之后，孩童全部被带下。月官上前询问：教皇殿下真的要耗费大量资源培养吗？当然，我身为教皇，岂能言而无信？月官有些担忧。可是万一这些孩子将来反过来对付我们，那可是给自己培养了一批不弱的敌人。这些孩子还小，每天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忠于武魂殿，这些不是你们最拿手的吗？如果发现其中有孩子和我们的思想不一致，找个理由清理掉，不留后患。月官点点头，明白了你的意思。等这一代孩子成长起来，那么整个蓝电霸王龙家族便都是武魂殿的了。此时玉小刚收到玉元镇断绝父子关系的信件，整个人都陷入癫狂之中。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的神经。怎么会这样？玉小刚丝毫没有注意到信使如同仇人般的眼神。我不相信，带我去见父亲。信使一把将玉小刚推开。你还有脸去见家主？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家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不仅资源尽数上交武魂殿，就连族中孩童都被带走。玉小刚愣在原地，这是救我的代价。信使都被气笑了。一个废物你配吗？是为了救家族，玉小刚你是家族的罪人。说完，信使强忍着击杀玉小刚的冲动，转身离开。玉小刚不可置信的喃喃重复：我是家族的罪人。比比东在门外将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他默默推开门上前安慰玉小刚：小刚不要这样，振作起来。半个小时之后，玉小刚终于稳定下来。小刚，我们出去走走吧。而此时武魂城中众人都在谈论着废除圣女的事情，大家都极其惊讶。比比东可是十足的天才，竟然说废就废了。你们说什么？路过的比比东听到几人的谈话，连忙上去询问。武魂殿废除圣女啊，公告都贴出来了。这不可能！比比东惊叫出声，公告贴得满城都是，你自己去看啊，神经病！比比东一路狂奔，当他看到公告的时候，整个人宛如雷击一般呆在原地。这竟然是真的！东儿，玉小刚将他搂在怀中安慰着。比比东忽然大哭起来。小刚，我不明白，师父真的不要我了？难不成只是因为我的任性吗？玉小刚叹气。东儿，我们两个都是被抛弃的人。比比东强忍泪水，眼神坚定。不行，我不能就此沉沦，我要重新修行，告诉千寻疾，放弃我是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玉小刚咬牙，对，我们一定要闯出名堂，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后悔莫及。两人的对话没有丝毫的掩饰，一字不落的被周边的人听取。那位就是前武魂殿圣女比比东，我之前有幸见过一面，没想到现在竟然变成这样，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嘛。我听说是因为比比东要和一个废物私奔，教皇大人怎么劝都劝不住，无奈只能废除圣女，脑子不好使吧？我看是高高在上的日子过多了，以为武魂殿没他不行。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针一般狠狠刺进两人心中。玉小刚突然爆发，指着周边人怒吼：你们都给我闭嘴，我会让你们看到我不是废物。众人愣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废物，当即也是大笑起来。原来你就是那个废物啊，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呢。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比比东骗到手的，难不成是本钱大让他欲罢不能？面对污言秽语，比比东气得浑身发抖。曾几何时，这些贱民哪里敢这么和他说话？我和小刚之间清清白白，根本没有做逾越之事，再敢胡说，我撕烂你们的嘴！人群中出声：大哥，你要不开个班吧，我付费上课，不求能拐个圣女，大家闺秀我就满足了。玉小刚被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简直太侮辱人，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莫及的。周围人一听，瞬间围上来。我们就在这儿，你个废物能怎么着？就在玉小刚不知所措，想要灰溜溜逃走之时，武魂殿突然来人清理现场。都让开！教皇出行全部回避！随着声音传来，本来吵闹的人群瞬间分散在两边，让出一条路以供教皇出行。师父来了！比比东激动回头，我就知道他不会放弃我的，等我回归武魂殿，一定不会放过这些贱民。此话一出，周围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心里也泛起嘀咕，都在祈祷着不能让比比东回归武魂殿，要不然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了。这时，在武魂殿大批人马的保护下，教皇驾辇出现，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直视，唯独比比东站起身，径直向你走去。何人胆敢拦路？面对护卫的责问，比比东没有丝毫理会，反而向你行礼。徒儿，比比东拜见师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教皇驾辇上，看着跪在地上的比比东，你不屑地笑了笑。选择一，原谅比比东，让其重回武魂殿，奖励5万年神赐魂环1枚，魂力等级正1。选择二，再次声明与比比东解除师徒关系，废除其圣女之位，奖励自创魂技大日神光，可召唤大日降临，大日之下一切平等，修行到极致可10日同天。你扫过眼前给出的选项，别说现在给自创魂技，就算不给，也不可能原谅比比东。他当武魂殿是什么？说私奔就私奔，说想回来就想回来，是武魂殿成就比比东，不是？
比比东成就武魂殿。你冷漠的声音传出。比比东，公告一出，那日你我也说得明明白白，我不再是你的师傅，你也不再是武魂殿圣女，好自为之吧。随后教皇驾辇离开，月关路过比比东身边冷哼，认不清自己的蠢货。直到驾辇没了踪影，比比东依旧跪在地上。这么多天，他一直安慰自己，认为现在的一切不过是千寻疾在磨练他。现在一切都破碎了。玉小刚将比比东扶起，东儿振作起来，你可是双生武魂，迟早有一天他会后悔的。比比东双拳紧握，对，我要看他后悔求我时候的表情。不远处的高楼之上，唐笑、唐昊和阿银三人唏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唐笑感叹：可惜了，堂堂武魂殿圣女不做，竟然选择私奔，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唐昊和阿银两人对视一眼，相视一笑。大哥，我倒觉得比比东有点胆魄，为爱放弃一切，值得钦佩。唐笑惊讶地看着唐昊两人，你们两个不至于吧？脑子坏了。阿银出声：大哥，爱之一字，无法谈论对错。唐笑脸都皱在一起。你们两个认真的？唐昊、阿银两人点点头。对，爱情里没有对错。唐笑正色分辨，他现在有必要给面前的两人正正三观。但人有对错，比比东为爱私奔，他想过他的师傅千寻疾吗？他想过倾尽全力培养多年的武魂殿，他一跑了之，将千寻疾和武魂殿置于何地？弟弟，如果我们昊天宗倾尽全力培养的天才要和一个废物私奔，你会怎么办？你觉得父亲会怎么办？昊天宗会怎么办？不等唐昊说话，唐笑继续开口：我敢保证不会有千寻疾这么果断，说废就废。唐昊和阿银两人陷入沉思，现在两人互生好感，理所当然地认为爱情伟大，为爱不顾一切更是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经过唐笑一番教育，两人终于能摒弃所谓的爱情来考虑事情。现在好了，比比东自由了，也不用和玉小刚私奔，皆大欢喜啊。但是比比东为什么会去求得千寻疾的原谅呢？唐昊开口：好吧，大哥，我知道错了，别说教了。阿银撒娇：就是人家还年轻，憧憬一下，爱情还不行吗？唐笑站起身：行了，不说这些，别忘了我们这次来武魂城的目的。阿银回答：当然是要挑战武魂城内年轻一辈的高手嘛。三人一路游历一路挑战，大陆上不少地方都留有名号，昊天宗双子星的名号也在这时打响。几天之后你回归，见到武魂城内热闹非凡。月关，现在是有什么活动吗？怎么这么热闹？回教皇殿下，是有人在这里摆下擂台，扬言挑战所有年轻一代，据说现在没有输过一场。这么厉害是谁？唐笑、唐昊，还有一个叫阿银的女人，需要去拿下他们吗？你摆摆手，不用，年轻人交流切磋又不是什么坏事，让武魂殿内的年轻一代都去试试，谁能打赢奖励丰厚。片刻之后，你带着月关鬼魅两人坐在茶楼窗边，看着下面的擂台。不得不说，唐笑和唐昊两人实力很强悍，昊天宗双子星可不是吹出来的，大陆第一器武魂昊天锤确实厉害，我们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相比还是差了点。月关点头，恐怕也只有被废前的比比东能打赢他们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我武魂殿大量资源堆积下去，就算是普通人也能称之为天才。你们不如看看这次有没有什么好苗子，以后重点培养。一天时间过去，唐笑、唐昊两人无疑败绩，战绩显赫。倒是阿银安静地坐在一边，基本没有上台切磋。你朝月关吩咐，去请他们上来一叙。很快，唐笑三人被带上来。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能让封号斗罗月关鬼魅贴身保护的，也只有武魂殿教皇千寻疾。三人立刻行礼：见过教皇大人。不用拘谨，坐。你的眼神扫过唐笑、唐昊两人，在阿银身上停顿片刻，他顿时紧张起来，生怕自己魂兽身份被看破。这时你收回目光，开口：昊天宗年轻一代了不得，双子星确实有实力。唐笑谦虚：多谢教皇大人夸奖，我兄弟二人修行路还长还差得远呢。唐昊出声：这次来本意想挑战武魂殿前圣女比比东，可没想到竟然被废，很是遗憾。唐笑立刻用目光阻止唐昊。这个时候接千寻疾的伤疤不想活了。不好意思，教皇大人，我管教无方，还请恕罪。而你却丝毫不在意。没关系，他说的是实话，这件事我也公告大陆，没什么得罪不得罪。唐昊再次询问：教皇大人，我很好奇，武魂殿倾尽全力培养10几年的圣女被废，您当时没有一点犹豫吗？你眼神深邃地看了阿银一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只能说我和比比东师徒缘分已尽，放他去追寻轰轰烈烈的爱情，有何不好？唐笑三人瞬间肃然起敬，就算他们想嘴硬，也做不到这么潇洒。你又看向阿银，麻烦二位等候片刻，我有些话想和这位小姐说。唐笑立刻拉着唐昊离开。月关鬼魅两人退出屋外警戒，这里只剩下你和阿银两人。阿银此时很是紧张，手心全是汗。不知教皇大人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你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出现在眼前的两个选择。选择一，当场拿下阿银，囚禁于武魂殿内，以培养出色后辈，奖励10万年神赐魂环1枚，魂力等级+1。选择二，邀请阿银加入武魂殿，奖励10万年神赐魂骨1枚，魂力等级+1。你反问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话你怎么看？阿银一时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你却并没有等他回答，而是继续询问：你喜欢唐昊？阿银正色起来，教皇的意思是我不应该和唐昊在一起。你很特殊，能有如今的修为很不容易，一时选择错误，可能会后悔终身，就像比比东一样。阿银知道你这是在隐晦地暗示他，但是以他如今的修为，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穿他的本体才对。这也是他为什么敢跟着唐笑、唐昊两人出现在武魂城的原因。阿银反问：你怎么确定我现在的选择是错误的？很简单，就像现在一样，今天是我，明天也可能是其他人。我能心平气和地和你谈，其他人可不一定。而唐
唐啸和唐昊两人只能在外面等着，他们所处的昊天宗不会帮你。但武魂殿不同，你加入不仅能保证你的安全，还能为你探索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以你的直觉，应该能察觉到我没有恶意，自然也不屑于说谎。你说的这些，阿银自然是明白。单凭这些，我可不会加入武魂殿，大不了鱼死网破。鱼死网破说的太过于惨烈，但是如果你的身份暴露，有我武魂殿在，你依旧能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下，像个人一样。最后一句话直击阿银的心脏。这么多年，他一直东躲西藏，直到修为突破魂帝之后，才敢出现在大城市。也是这时候碰到唐啸、唐昊两人。可如果在武魂殿的话，他从变化成人形开始便能行走在阳光下，这怎么不让人憧憬？阿银抬起头，对于10万年魂环，你难道不眼红？这是他最想知道的问题。10万年魂环很珍贵吗？你掏出10万年神赐魂环扔给阿银，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看着阿银惊讶的眼神，你顿时知道这次基本没什么问题。多谢教皇大人解惑，是阿银小气了。修行不易，选择很重要。我明白了，请教皇大人给我2天时间，我和唐啸、唐昊两兄弟需要告别。没问题，告别谈不上，你们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你带人离开之后，阿银依旧坐在原位，一口一口喝着茶，心中思绪万千。谁能想到他一个魂兽竟然能加入大陆第一势力武魂殿，而且还是对方善意的邀请。唐啸、唐昊两兄弟走过来，围着阿银坐下，两人都很好奇。阿银，教皇和你说什么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什么，现在先不说这些。我们来之前可是说好的要封完武魂城，你们可不许食言。唐啸看出阿银心中有事，但是对方不想说，他也不会去追问。那是自然，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必须封完。唐昊则不依不饶，跟在阿银后面追问。阿银，你们到底说什么了？我太好奇了。唐啸一把将唐昊拉进房间之中。别问了，阿银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另一边武魂殿中，你的魂力已经稳定在98级，整个武魂殿中没有几个比你魂力更高的存在。转眼一枚冒着金光的右臂骨出现在手中，其上满是神圣的光辉气息，和6翼天使极其匹配。你能感受到魂骨上传来的亲和气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片刻之后，你睁开双眼，已经轻松融合10万年神赐魂骨，能感受到魂骨之中传来的强大力量。最关键的是，竟然能无伤顶替自己之前的魂骨。神圣之握，这就是魂骨技能。你缓缓伸出手，前方瞬间出现一只巨大的金色巨手，随着巨手握下，那片空间竟然扭曲起来。这还是你刻意控制力道的结果，不愧是神赐魂骨，这一击打在人身上，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会被捏碎。2天的时间很快过去，阿银3人此时正站在城墙之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唐昊突然站起身，看着阿银，胸口剧烈的起伏着。阿银，有件事我想和你说，听我说完之后，你一定要认真考虑。此时唐啸、阿银已经明白唐昊要干什么，但是两人的动作表情却是很不相同。唐啸起身向着旁边走去，将位置留给唐昊和阿银两人，嘴角带着些许苦笑。面对唐昊突然的表白，换做前几天阿银一定很高兴，但是现在这些想法全部都被推翻了。唐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束花，迫不及待地说着：“阿银，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他满脸期待地等着阿银的回答，但阿银没有伸手去接花。唐昊，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唐昊的心一下从云端掉落到谷底。我们互相喜欢，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们不一样，而且我已经决定加入武魂殿，以后的挑战之路只能你们兄弟俩一起走了。唐昊瞬间愣在原地，他没有想到自己得到的竟然会是这样的回答。可这些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关系？阿银，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阿银摇摇头，没有误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像个人一样活着。唐昊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变成一团浆糊。等等，阿银，你说的这些我突然不是很明白。唐昊，明天我就会加入武魂殿，是不是那天千寻疾威胁你？阿银摇摇头，没有，你不要再问了。唐昊看着阿银离开的背影，双拳紧握低吼，一定是王八蛋千寻疾威胁阿银，让他加入武魂殿。唐啸连忙劝慰，可能其中还有别的隐情。唐昊，你别激动，哥，除了这个，我想不到其他理由。唐昊，你冷静一点，阿银有什么值得千寻疾威胁的？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啸缓缓解释，也许是阿银自愿加入的，毕竟以武魂殿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威胁任何人。唐昊只好点点头，站在原地看着阿银离去的背影。几天之后，武魂殿举行受封仪式，整座武魂城的人都被邀请去观看，就连各大宗门势力的宗主都亲自前来观礼。唐啸、唐昊两兄弟坐在人群之中，吉时已到，你缓步走上最高台教皇椅上坐下，月关鬼魅两人站在左右，下方武魂殿众人齐出，魂斗罗以及魂圣等级的强者数不胜数，各势力宗主看到这里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今日是我武魂殿第3长老的册封仪式，感谢大家前来观礼，本皇倍感荣幸。接下来不浪费大家时间，仪式开始。以浑厚的声音清晰地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让不少人为之惊叹。七宝琉璃宗所在位置，陈星凝重开口：“千寻疾的魂力又突破了，这样精准的魂力控制，我也很难做到。”古龙出声：“我坐在这里都能感觉到台上的千寻疾很危险。”宁风致认同的点点头。武魂殿的实力又强大不少，也不知道这次册封的第3长老是什么人。昊天宗所在位置，唐城脸色凝重：“千寻疾的实力有精进了，继续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武魂殿一家独大的日子不远了。”昊天宗2长老开口：“宗主，看来我们需要和七宝琉璃宗商量一下对策了。上3宗的蓝电霸
王龙家族现在已经名存实亡，我们要扼防武魂殿的扩张啊！这时仪式开始，阿银缓缓走出，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这也是阿银第一次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宗门势力的眼前。他每走一步，便将心中的阴影驱散一分，直到在中央位置站定，抬起头环视着周围的所有人。这种感觉真好。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在偷鸡摸狗，生怕别人发现自己。武魂殿阿银拜见教皇陛下。阿银恭敬的行礼。从这一刻开始，他对武魂殿死心塌地的忠心。你一直在观察阿银的一举一动，可以确定现在就算让阿银上刀山下火海，他都不会拒绝。士为知己者死，而你清楚的知道阿银需要什么，从来都不是什么狗屁爱情，而是能成为人。仪式正式开始，你亲自走到阿银的面前，将长老令牌交到他手中。阿银，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武魂殿第3位长老，直属本皇管辖。多谢教皇大人恩赐，阿银必不辜负。我不同意！一道破防般的尖叫声传遍武魂殿，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吸引过去。宁风致、唐城等人一眼便认出那人是武魂殿前圣女比比东。师父，我不同意！比比东歇斯底里的声音传来，还不等他有所动作，武魂殿守卫立刻将他拖了出去。你淡淡开口主持大局，一点小插曲不要在意。再次恭喜你成为我武魂殿第3长老，仪式照常进行。就像是比比东没有出现过一样。看台之上，宁风致挑眉，废了一个圣女比比东，提拔一个武魂殿第3长老，难不成眼前这个叫阿银的女孩天赋比比比东都强？陈星摇头，宗主，据我所知，阿银只不过是魂帝修为，天赋方面完全不如比比东。宁风致沉思，难不成这个女孩的身上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特殊之处？另一边，唐城眉头紧皱，我想起来了，先前孝儿来信中提到过一个叫阿银的女孩，各方面特征都能对得上，她怎么加入武魂殿，还能成为第3长老了？昊天宗2长老这时也说道，我也想起来了，唐啸和唐昊2个小子在武魂城摆擂台的时候，阿银也上去打过几场，这其中难不成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观众席中，唐昊忍不住要起身质问，但是被唐啸拦住。唐昊，你干什么？你看阿银的样子，哪里有一点被威胁的感觉？完全是自愿的好吗？唐昊不甘心，我要问清楚，我倒要看看千寻疾到底对阿银使了什么迷魂药，竟然能让他这么死心塌地。唐昊奋力挣脱唐啸的控制，一跃跳下观礼台，大步走到阿银面前。阿银，你告诉我为什么？阿银皱眉，唐昊，快回去，别胡闹。唐城立马紧张起来，他下去干什么？2长老快去将浩儿带走。唐昊此时正死死盯着你，任由阿银怎么劝说都不为所动。千寻疾，我要挑战你！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震惊。你唐昊是什么等级？说挑战就能挑战？你眉头微皱。唐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当然知道。唐昊亮出昊天锤，上面8个魂环不断律动着。我知道以我的实力打不过你，但是如果我能扛住10招，你让我带阿银走。你明白过来，唐昊本就是一个冲动性子，和他哥的唐啸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被爱情冲昏头脑，竟然选择挑战自己，以达到带走阿银的目的。唐昊想带走阿银，你要先征得他的同意，这不应该是你挑战我的赌注。阿银是走是留，都由他自己决定。阿银立刻开口，教皇陛下，我不会离开，阿银誓死效忠武魂殿。唐昊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阿银，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吗？我们要游历大陆，扬名立万啊！阿银摇摇头，别闹了，快离开！唐昊见状，再次将矛头指向千寻疾，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唐城脸色大变，唐昊竟然在这种场合直呼教皇大名，简直是不想活了。月关瞬间出现在唐昊面前，一掌向着他面门狠狠拍下。唐昊见状连忙抵挡，但他怎么可能是封号斗罗的对手？幸亏昊天宗2长老及时赶到，这才勉强护下唐昊。2长老口中鲜血狂喷，脸色瞬间苍白，但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些，立刻拱手行礼。教皇大人，唐昊不知礼数，还请恕罪。月关浑身魂力激荡，破坏我武魂殿长老受封仪式，当面直呼教皇陛下大名，仅仅一个不知礼数就想接过此事。唐城见状立刻跳下观礼台，弯腰拱手，教皇大人，是我管教不严，还请恕罪。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说着一把按在唐昊的肩膀上，跪下给教皇大人道歉。唐昊不解，父亲。唐城暴喝一声，逆子闭嘴！你坐在教皇椅上，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选择依唐昊的挑衅，只当是后辈不懂礼数。身为教皇，自当大度，给世人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设。简单惩罚之后放之离去，也能搞好和昊天宗的关系。奖励万年神赐魂环1枚，万年神赐魂骨1枚，极品仙草1株。选择2，身为教皇，面对唐昊如此挑衅，岂能放任？必须严惩。接受其挑战，让其知道他与教皇之间的差距。奖励万年神赐魂环2枚，维护天神威严，天神亲和度提升1%。傻子都知道怎么选。此时武魂殿广场上，今天是个好日子，本教皇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既然如此，接受你的挑战。不过赌注不是阿银，那是什么？你只要能扛住我1招，这次的冒犯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如果唐昊没有扛住呢？那就自求多福吧。唐昊，你敢接吗？当然，你我之间也不过1环差距，我接你1招并不难。好，月关请场。片刻之后，唐城、唐啸几人脸色焦急地在观礼台边等待着，只有唐昊满脸自信地站在中央位置。出招吧！他释放出武魂昊天锤，摆出防御姿态。你坐在教皇椅上一动不动，一道金色大手却猛地出现，向着唐昊狠狠握下，正是魂骨技能神圣之握。昊儿小心！唐城想要上前，但是被月关拦下。唐宗主是手痒，我愿意奉陪。鬼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唐城身后。唐宗主还是安
安稳点好。唐城脸上冷汗直流，被2大封号斗罗前后夹击，就算是他也很难保全自身，更不用说月关和鬼魅两人，还有武魂融合技。浩儿，坚持住啊！而唐啸则搀扶着昊天宗2长老，满脸担忧地看着场中的情况。给老子炸！唐昊很是果断，身上魂环接连炸开，炸环的威力疯狂冲击着金色大手，想要冲出一个缺口，但只是阻挡了一瞬的时间。可惜了，金色大手猛地合拢，将唐昊抓在其中，不断用力握紧，在握紧骨骼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其惨叫声更是震耳欲聋。唐城等人此时目眦欲裂，要不是月光鬼魅拦着，他们早就冲上去了。这位昊天宗双子星之一的唐昊算是完了，就算凭借昊天宗的资源修复伤势，也无法保持年轻一代的领头人位置了。一门双斗罗还是言之过早了，过刚易折，希望这次能让他长些教训吧。唐昊的惨叫声不断在观礼台回荡，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他被那只金色大手挤压成各种形状，不死也是残废。不久后，金色大手消失，唐昊重重落在地上，无力地扭动着头颅看向你所在的方向，而你从出手到现在，整个人几乎没有挪动过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把阿银当人，你把阿银当什么？一个赌注、附庸还是战利品？唐昊嘴巴微张，艰难地呼吸着空气，眼球缓缓转动，看向阿银。唐昊，你很好，可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考虑过我想要什么。游历大陆，扬名立万，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只是你想要的。阿银的话可谓是杀人诛心，唐昊彻底失去全身力气，怪不得仅仅一次谈话，阿银就愿意跟着千寻疾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唐城、唐啸等人这时也冲了上来，着急地查看他的伤势。你一个眼神，武魂殿众人立刻上前将唐昊抬下，各医师立刻现身开始救治，仪式照常举行。很快观礼结束，阿银正式成为武魂殿第3长老。与此同时，被带出武魂殿的比比东听着其他人谈论的消息，嫉妒心爆炸。一个60级的魂帝竟然能成为武魂殿第3长老，开什么玩笑？长老之位可是要封号斗罗才能授予，师傅这是在故意气我吗？对，一定是这样。等我修复伤势回归武魂殿，那个叫什么阿银的就会被一脚踢走。师傅等着我，千万不能被那个贱货迷惑了。比比东快速离开，现在的他早就没钱住武魂城最大的酒，只能栖息于城外自己搭建的小木屋之中。小刚，我要尽快恢复实力，这样才能回归武魂殿。我们不是要游历大陆吗？你去吧，我要尽快恢复魂力，师傅还在等着我呢。比比东强行修行起来，结果下一瞬一口鲜血便涌出，令他昏厥过去。玉小刚坐在床边，眼神闪烁不定，他看着失去抵抗力的比比东，瞬间兽性大发扑在他身上。以前比比东和他仅仅只是牵手的关系，每一次他想更进一步都被拒绝。比比东是圣女的时候如此，逐出武魂殿之后依然如此，这怎么能让他不疯狂？突然，玉小刚不可置信地从比比东身上爬起，双眼之中哪里还有欲望，只剩下惊恐。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废了呢？不对，一定是我今天状态不好。一夜过去，玉小刚无力地坐在地上，满脸绝望，头发都白了些许。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他真的废了，不论是武魂还是身体都是废物。此时比比东从昏迷中醒，看到玉小刚这副样子，一脸关切。小刚，你怎么了？豆儿，我成废人了，不能给你幸福了。我知道，但我一直都没有嫌弃过你啊。你不知道。许久之后，玉小刚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豆儿，我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你要和我一起吗？我想先恢复魂力，不然以我们俩的实力，游历大陆实在是危险。我一刻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我今天就要离开。豆儿，如果你恢复魂力的话，可以出去找我，我一定会闯出名声来的。玉小刚果断转身离去，比比东也没有挽留，再次开始修行恢复魂力。另一边，武魂殿之中，阿银跟在月关和鬼魅两人身后前去教皇殿。阿银长老，你可要抓紧休息，快点成为封号斗罗，不能辜负教皇大人的一片苦心啊！阿银，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不跟你兜圈子。这次教皇大人力排众议，全力推你当上第3长老，在武魂殿内外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修行路上千万不能松懈啊！是。很快，3人出现在教皇殿，参见教皇陛下。免礼。阿银，怎么样？刚来习惯不习惯？大家都很好，我很喜欢这里。那就好。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升魂力，我给你特批，这段时间全力修行，尽快踏入封号斗罗。阿银定不会辜负教皇陛下期望。你们有什么事说吧。教皇陛下，今日玉小刚独自离开武魂城，比比东依旧在城外小木屋之中尝试恢复魂力。唐昊等人回昊天宗之后，暂时没有。这时，外面突然响起通传：教皇殿下，呼延震求见。让他进来吧。向甲宗宗主呼延震参见教皇殿下。行了，收起你这一套。你这家伙这次又有什么事？教皇殿下，我听说蓝电霸王龙家族都被您挖空了。什么叫挖空了？是蓝电霸王龙家族主动委托我武魂殿培养其家族子弟，都一样，都一样。教皇殿下，既然蓝电霸王龙家族如今已经空了，那他就没有必要待在上3宗了。您看我向甲宗如何？你向甲宗连个封号斗罗都没有，竟然3番5次的想要挤进上3宗，你当这天下是我武魂殿的不成？是我考虑不周，教皇殿下不要生气。您也知道，我向甲宗的人修行缓慢，我能在这个年纪踏入魂斗罗，已然是门内顶尖之列。如此，就算我推
推你进入上三宗，天下人也不会服你。到时你和你的门人都会成为整个大陆的笑柄。是，教皇殿下，你孙子呼延历快到觉醒的年龄了吧？对，3个月之后就到年龄了。武魂觉醒之后，如果天赋还不错的话，送来武魂殿吧，我会全力培养。多谢教皇殿下。呼延震走后，你扔下手中事物，拿出获得的2枚万年神赐魂环捏碎。嘿嘿嘿子，嘿嘿嘿红红，你现在的魂环配比可以说极强。这个时候，就算阿银献祭唐昊，你也能轻松捏死他。随后，你收起武魂，叫上月关，鬼魅直奔武魂城中。这时，旁边茶楼传出的惊呼声让你停下脚步。什么？你说你亲眼看到魂兽化形，会在吹牛吧？这种事情你看到会不趁机拿下？我在星斗大森林靠近中心禁区亲眼所见，一只兔子化形成人类孩童的模样。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还说靠近星斗大森林中心禁区呢？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天小六也去了，我们一起猎杀魂兽，但是星斗大森林中的魂兽就像是失踪了一样，一个都找不到。只有中心禁区一直有魂力波动，提议过去看看。小六胆小，提早回来，但我亲眼所见，魂兽化形之后毫无抵抗之力。你怎么没把它带回来？就算自己用不上，上交给武魂殿，你也一步登天了呀！开什么玩笑？在那化形魂兽的身边，可是有着一个女人和2只体型庞大的魂兽，极大可能是守护中心禁区的天晴牛蟒和泰坦巨猿。哈哈哈，那你岂不是比封号斗罗还厉害？能在2大10万年魂兽的手下完好无损的逃出来？你应该去武魂殿，说不定还能成为第4长老。有10万年魂兽化形，我武魂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手下那帮家伙是干什么吃的？一枚10万年魂环意味着什么？各大宗门势力的人都清楚，更不用说10万年魂兽必爆10万年魂骨。但是武魂殿的情报机构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点动静，该敲打他们了。月关立刻传信回武殿，责令情报机构那帮家伙赶快去打探消息。回想着男人刚刚的话，确实差不多到了小五化形的时间。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小五的妈妈，现在应该是魂王级别的魂力。我们先去，晚一步可能就被其他宗门势力抢了先。虽然武魂城靠近星斗大森林，但奈何其他宗门势力提前得到消息。此时已经大批量涌进高手，有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陈星古荣等强者，昊天宗的唐城、唐啸以及魂斗罗级别的几大长老，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元镇、玉罗冕等下4宗以及其他中小宗门几乎全部派人前来。你们并没有现身，而是选择躲在后面。教皇大人，我们不上去抢夺化形的10万年魂兽？不急，先看戏。要是这么容易就被他们抢走化形的10万年魂兽，那这里也不配叫中央禁区。与此同时，宁风致、唐城以及玉元镇站在一起商量。呼延震走出来，大声嘲笑：蓝电霸王龙家族现在也算上3宗，不如趁早退位，留给有能力的宗门。你是在说你的象甲宗？那是自然，我象甲宗的绝对防御，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跻身上3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狂妄！玉罗冕冷喝一声，右手瞬间融化，上面道道雷电闪烁缠绕，向着呼延震攻去。那就让老夫来试试你的能力。象鸣声从呼延震体内传出，一只钻石猛犸象立在他的身后，顷刻间化为钻石盔甲迎接玉罗冕的攻击。轰的一声，呼延震后退几步立住身形，但身上没有一丝伤痕。玉罗冕回来，一只只会挨打的王八也想跻身上3宗，回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才是王八，你全家都是王八。老子这是钻石猛犸象，你个臭虫，滚回你该去的地方。下一代都被挖空了，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嘚瑟几年。呼延震，你再口无遮拦，就不怕我蓝电霸王龙家族灭你宗门，让你连下一代被挖空的机会都没有？玉罗冕，这种大事是你能决定的吗？他决定不了，我可以。呼延震，你如果想试试，可以继续。我蓝电霸王龙家族如今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倒也没有后顾之忧。老子不和你们这帮疯子玩，你们没有下一代，老子可有。呼延震冷哼一声，扭头走进人群之中，现场顿时没人再敢打扰上3宗说话。根据消息，当时还有一个女人在，所以她极大可能也是10万年魂兽所化。可就算是2只化形的10万年魂兽，我们3家怎么分？我蓝电霸王龙家族要1只。玉元镇，你这股风劲用在别人身上可以，用在我们这里可不管用。玉元镇差不多行了，就算你跟我们开战，能得到什么好处？开战又怎么了？大不了2败俱伤，我无所谓。大家一起商量嘛，没有必要让其他人看了笑话。有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这2只强横的10万年魂兽在，我们任意一家都没有任何办法。玉元镇顿时顺坡下驴，不再说话。他只是装疯，可不是真疯。我七宝琉璃宗出动2位封号斗罗，
这次的收益必须占一半，不然没得商量。玉元镇眉头微皱，但是也没有反。唐城点点，既然如此，我们先拿下这2只化形的10万年魂兽。其他宗门见到上3宗商量完，立刻凑上来想要分一杯羹，唯独下4宗依旧站在原地。他们都是武魂殿扶持起来制衡上3宗的势力，到了这个时候自然是抱成团。武魂殿的高手怎么还没到？难不成没有得到消息？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吧？我们现在怎么办？难不成就这么等着？再等，上3宗都把10万年魂兽拿下了。4位封号斗罗加上宁风致的辅助，对抗中央禁区的2位10万年魂兽，我觉得能看一场大戏。说的也是，我们可没有封号斗罗，没有必要去和他们抢，不如等他们2败俱伤之后，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好主意啊！我们下4宗，拿下4只10万年魂兽，以后可就是上4宗了。就在他们陷入幻想的时候，从中央禁区处传来震天吼声，实力等级低的魂师瞬间被吼得七窍流血而死。古荣瞬间挡在宁风致身前抵抗威压，紧接着轰的一声，铺天盖地般的身影落下，立在前方，挡住其他人继续前进的道路。泰坦巨猿怒吼一声，警告意味明显：人类现在离去，我们不会大开杀戒，再往前一步死。2位，我们这么多人前来，自然不能空手回去，不如交出那2只化形的10万年魂兽，我等自会离去。中央禁区沉寂片刻，臭虫！泰坦巨猿立刻动起来，巨大的手掌向着距离最近的玉元镇扇去。玉元镇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全身龙化，2只龙爪挡在身前，堪堪挡下这一击。这畜生的攻击很强，都小心。陈星等人立刻上前围攻，古荣负责保护宁风致。只见数道七彩流光飞出，大幅增加众人的战斗力。其他宗门的人也趁机向着泰坦巨猿发起攻击，但是全都无济于事，倒是被泰坦巨猿随意一击打死一大片。浓重的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泰坦巨猿，他的双眼变得通红，全身肌肉暴起，獠牙露出凶残的样子，瞬间吓傻一大批人。都别留手了！陈星第7、第9魂环亮起，狂暴剑意肆虐。第7魂技七杀真身，第9魂技神魔两斩。古荣也不用多说，武魂古龙呼啸，第8魂环亮起，第8魂技一座巨型古牢瞬间出现，将泰坦巨猿锁在空间封锁，附带的腐朽效果不断削弱他的魂力和肉身强度。玉元镇也不甘示弱，使出武魂真身化成雷电巨龙，一击打出真龙之怒的破甲效果。紧接着第8魂环亮起，顷刻间9道雷霆轰下，直冲泰坦巨猿而去。唐城突至泰坦巨猿身前，手中昊天锤猛然变大，一锤接着一锤的砸下，速度越来越快，攻击越来越强。正是昊天宗自创魂技乱披风，躲在远处的月关不禁动容。这4人的魂技组合起来，还真能击杀泰坦巨猿。教皇大人，我们出手吗？不急，中央禁区中不是还有一只10万年魂兽吗？天青牛蟒可比泰坦巨猿强多了。继续看戏。此时中央禁区生命之湖中，一个女人怀中抱着婴儿，正担心地看着外面的战斗。天青牛蟒从生命之湖中钻出，冲天而起前去支援。这一刻9道雷霆轰然落下，哪怕是以泰坦巨猿的防御也被麻痹一瞬。他怒吼一声，全身力量爆发，直接将古牢轰碎。与此同时，唐城的乱披风也跌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畜生，受死吧！昊天锤蕴含着恐怖的能量轰去，泰坦巨猿见状连忙抵挡，伴随着爆裂声响起，鲜血漫天。定睛看去，泰坦巨猿的一条手臂竟然被生生轰碎，就连腹部都被轰出一个大洞，血流不止。紧接着一道充满杀意的狂暴剑气猛然发出，正是陈新的第9魂技神魔两斩。突然另一声怒吼响起，比泰坦巨猿身形还大的天青牛蟒轰然落下，头顶的独角上汇聚着充满毁灭性力量的雷霆，两者相撞瞬间掀起阵阵风暴，哪怕是封号斗罗也为这场轰击的余波心惊肉跳。寂灭雷霆些许能量向着周围蔓延，地狱封号斗罗的魂师瞬间被蒸发，连发出惨叫都来不及。宗主小心！古荣立刻带着宁风致离开。陈星此时浑身处于麻痹状态，行动迟缓，不过很快这种状态便消失，他立刻和天青牛蟒拉开距离。卑鄙的人类，受死吧！天青牛蟒的迟缓领域瞬间展开，直径1000米内的所有人全部笼罩其中。泰坦巨猿单臂捶胸，发出宛若雷霆一般的响，速度本就被压制的众人瞬间感觉身体一沉。正是泰坦巨猿的重力领，天青牛蟒率先发起攻击，一人独占2位封号斗罗不在话下，顺带着还能时不时照顾一下古荣和宁风致俩。泰坦巨猿眼神凶狠地盯上唐城，仅剩的手臂上冒出妖艳的红光，唐城瞬间大惊，连连后退，根本不敢应接。奈何在迟缓领域和重力领域的双重加持下，导致他根本躲不掉这一击，只能将昊天锤立在身前，启动武魂真身，企图以此来抵抗泰坦巨猿的全力一击。唐啸见此心急如焚，父亲！只见泰坦巨猿的拳头落在昊天锤之上，反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呵呵，泰坦巨猿不过如此。唐城话没有说完，便见红光爆发，他的武魂瞬间破碎，拳头结结实实的落在其胸口，红光瞬间透体而出，直射1000米距离，所过之处都被轰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唐啸立刻上前将唐城接住。父亲，你怎么样？笑儿，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唐啸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带着唐城离开。此时战场之中，陈星、古荣、玉元镇几人都注意到唐城的情况，结结实实挨了泰坦巨猿的全力一击，现在恐怕也只是吊着一口气了。不过现场的情况对他们也很，毕竟3人中能出战的只有陈星和玉元镇，古荣需要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宁风致。2位封号斗罗对2只10万年兽王，这一场怎么看胜算都不大。宁风致果断下令走，不要恋战。古荣立刻撕开面前空间，带着陈星和宁风致2人钻了进去。玉元镇也趁此机会
立刻离去，让他独自一人面对2只10万年魂兽，只有被杀的份。现场魂师四散逃离。天青牛蟒本想追上去，但是泰坦巨猿此时已经虚弱到无力支撑，只能放弃追杀，尾巴卷起泰坦巨猿，快速向着中央禁区的生命之湖狂奔。此时星斗大森林生命之湖，天青牛蟒轻轻将泰坦巨猿放在水中，女人眼中满是自责。如果不是我们，二明哪里会受这么重的伤？柔姐不必自责，魂兽与人类本就是天敌。是我和小五给你们带来麻烦了。你们3人站在远处，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怪不得这2只魂兽能守住中央禁区，他们的领域互相配合之下，就算是封号斗罗，发挥不出多少实力。不知道是我们的武魂融合技强，还是他们2个的领域叠加强。老鬼，你要上去和他们单挑吗？我可不陪你。鬼妹没有理会月关，而是看向你。教皇殿下，我们怎么办？现在正是拿下这4只10万年魂兽的好时机。你很是认同的点点头。如今只有天青牛蟒有战斗力，你们这边有3位封号斗罗，猎杀起来轻轻松松。选择1，趁他病要他命。如今敌弱我强，果断出手拿下4只10万年魂兽，奖励魂兽猎杀者称号，可压制魂兽实力。选择2，释放善意与之交好。如若能拉拢4只10万年魂兽，武魂殿可大兴，奖励魂兽亲和者称号，魂兽归于麾下，可大幅度增加其修行速度。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按照这样的程度继续下去，恐怕武魂殿还没征服全大陆就先收复魂兽了。记住，我们不是去猎杀他们的，而是去安慰他们的，收起你们的杀意。如今大陆上的顶尖战力只有这么多，哪怕算上魂兽也能数。武魂殿想要进一步增强实力，除了自己培养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别的方法。现在能拉拢10万年魂兽加入，倒也不失为一条新路。最关键的是能增加魂兽修行速度，这样一来，哪怕是魂兽化形，也能快速达到成熟期，不用担心被人猎杀，拖一个魂兽成长的摇篮了。你们刚刚踏入中心禁区，便被天青牛蟒锁定。诸位好啊，人类还敢来，当真不怕死？放肆！教皇殿下在此，尔等胆敢出言不逊！不论什么身份，都是臭虫。你脸上挤出笑容，双眼之中寒芒凌冽。好了，天青牛蟒，你再出言不逊，我真的会出手哦。天青牛蟒刚想反驳，但是对上你那充满杀意的眼神，还是不自觉地闭上嘴。在那一刻，他感觉到了极致的威胁。柔姐，快走，这个家伙很强。阿柔却是摇摇头站出来。我看教皇殿下此次前来并没有恶意，不知你有什么要说的？你收起充满杀意的眼神，果然还是化形的通人性。我如果想杀你们，早就动手了，不会和你们磨嘴皮子。我来是邀请诸位加入我武魂殿的，如此普天之下没人敢打你们的主意，现在也没人敢打我们的主意。那今天是怎么回事？人类与魂兽的友好切磋吗？镇守星斗大森林中央禁区的2大兽王，现在只剩下1位还有战斗力，另1位陷入昏迷。至于旁边的2位，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你们不会以为今天之后各大势力就这么放弃，不会再组织猎杀了吧？你的意思是要帮我们？对，当然，你们要忠于我，忠于武魂殿。如果让我发现你们有2心，不会留情。人类极其狡诈，柔姐千万不要上当。阿柔的双眼不断闪烁，他在思考你的话中有几分真几分假。你要想清楚，天青牛蟒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面对人类轮番的攻击，你们能不能扛得住？阿柔立刻下定决心。好，我同意。柔姐，不要！你这样和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阿柔没有回答天青牛蟒的话，而是看着你。不过我现在不能去，我要在这里等二明醒来。没问题，到时候给本教皇传信，我会让人来接你。月关和鬼魅2人有些不甘地看了他们一眼，只能跟着你离开。教皇殿下，属下有些不明白，这明明是拿下他们的好机会。收入麾下比猎杀更有利于武魂殿。另一边，天青牛蟒焦急地看向阿柔。柔姐，为什么要答应他？大不了打一场，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带走你。大明，你已经很照顾我和小五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其实他说的对，只要我和小五依旧在这里，那么人类就不会停止对我们的围杀。我不怕那些臭臭，来一个我杀一个。我知道大明、二明最厉害了，但是现在也是一个机会，不论是面对人类的围杀，还是归于武魂殿，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死。既然都是死，我为什么不去武魂殿试试？起码我看那位教皇大人说话很真诚。大明，这次的路我自己去走，如果我一去不回，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小五。天青牛蟒沉默下来，他也知道现在阿柔说的是唯一的道理，要么他以身犯险，要么大家一起死。另一边，昊天宗内，唐啸几人刚刚踏入宗门，唐城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整个人气息萎，脸色已经变得死灰。医师上前查看后，眉头紧皱，道道治愈魂力缠绕着唐城的身体，但是其伤势根本不见好转。宗主的五脏六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孱弱不堪，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宗主修为强横，意志坚定，想要完全修复几乎不可能。那就是说有保命的方法，需要搭配数株仙草天地灵药，方有3成可能保住宗主性命，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救活我父亲。与此同时，七宝琉璃宗之中，宁风致3人皆面色
沉重。泰坦巨猿防御很强，但是也不应该强横到能硬抗我4人轮番攻击的地步。你的意思是说，泰坦巨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走后，天青牛蟒并没有追出来。如果泰坦巨猿没有事的话，应该继续追杀才对。可惜错过好机会了。唐城突然重伤离去，让我们全部心惊胆战。兽王可以挨你好几次猛攻，但你接不住兽王全力一击啊！再加上当时2只兽王全部进入狂暴状态，攻击力拉满，在双重领域的压制下，任谁都不敢继续恋战。蓝电霸王龙家族，玉元镇一边疗伤一边回想着战斗细节。突然，他睁开双眼，被2只畜生唬住了。泰坦巨猿强接我们4人攻击，想必已经重伤。就算如此，我们想要拿下对方也有些困难。天青牛蟒拥有真龙之躯，防御极强，比之泰坦巨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事已至此，也无所谓了，只是可惜了唐城。这一次，就算他能扛过来，也是个废人了。这样也好。唐啸和唐昊2兄弟天赋太强，再加上唐城，不久的将来可就是一门3斗罗，不利于我们上3宗之间相互制约。这次围杀10万年魂兽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削弱了昊天宗的力量。对于7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来说，也算是意外收获。时间一天天过去，泰坦巨猿从昏迷中醒来，他的断臂在生命之湖的滋养下已经重新生长出来，腹部的伤口也完全恢复，正悠闲地靠在湖边享受着日光。这时，由月关和鬼魅2人带队的武魂殿人马出现在生命之湖前。泰坦巨猿立马起身，面露凶相。月关没有理会，而是看向阿柔。我们该走了。泰坦巨猿猛地扭头，冲着天青牛蟒怒吼，显然对于柔姐被武魂殿的人带走极其不满。二明不关大明的事，你知道的。我做出的决定，他劝不动的。泰坦巨猿根本不想让阿柔离开，突然他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准备杀人灭口。阿柔连忙阻止。二明，这事由我来解决好吗？教皇殿下有话带给你，阿柔交给我们就放心吧，保证不会有事。另外，欢迎2位兽王归顺。大明、二明，帮我照顾小五。随后，阿柔跟着月关鬼魅几人离开。当他们走出星斗大森林时，各势力的暗探立马动起来，纷纷将消息传回宗门。不久之后，阿柔站在教皇殿中央，月关鬼魅顿时放出封号，斗罗强者威压将他笼罩。阿柔绝望地闭上眼。要来了吗？人类果然不可信。不过，如果用死能换来星斗大森林中央禁区的平静，我愿意。见到教皇殿下还不下跪！阿柔瞬间被震得2耳发聋，额头之上冒出细密的冷汗，在强大威压下，他只能单膝跪地。阿柔，起来吧，既然你已决定归顺，从今天开始就是我武魂殿的人了。阿柔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你，此时笼罩在他身上的威压也已消失。您不杀我，我杀你干什么？不由得笑了起来。10万年魂兽的魂环魂骨再好，能好得过神赐魂环魂骨？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阿柔给您道歉。没关系，本教皇理解。阿银进来。一头蓝发的女人走进大殿内。阿银参见教皇大人。这位是阿柔，和你一样，都是10万年魂兽化形。你们俩以后互相帮助，和武魂殿的人好好相处。2人顿时惊讶地看着对方，谁都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也是10万年魂兽化形。我叫阿银，本体蓝银皇。我叫阿柔，本体柔骨兔。以后请多指教。阿银，最近修行怎么样？回教皇殿下，有武魂殿各种资源支持，修行进度很快。再过1个多月，我应该可以突破魂圣级别。不过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的修行速度突然提升了许多。你点点头，看来是魂兽亲和者称号已经开始起效果。此时昊天宗内，耗费大量仙草宝药救治的唐城缓缓睁开双眼，身体上传来的虚弱以及无力感让他不住地咳嗽着。唐啸见此激动不已，父亲，您醒了。宗主现在命是保住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能动用魂力。您的内脏虽然修复过来，但是极其脆弱，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你们先出去，笑儿和浩儿留下。浩儿，你的身体怎么样？父亲，我恢复的差不多了。最近浩儿和我接连出事，昊天宗战力受损严重。接下来一段时间，昊天宗要求稳。唐城不断地咳嗽着，唐啸连忙端上药汤，他喝下之后这才好了一些。我决定动用资源，全力帮助笑儿突破封号斗罗。你们有什么意见吗？父亲，就算不用宗门资源，再给我1年的时间，我也能突破封号斗罗。胡闹！现在昊天宗什么情况你看不到吗？连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战力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成为上3宗？如今浩儿重伤未愈，强行突破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要不然我就算顶着全宗门的反对，也要立刻帮你们突破封号斗罗。大哥，你就听父亲的吧。
昊天宗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从今天开始，笑儿你暂时掌管昊天宗，处理宗门事务。现在宗门的担子全部压在你的身上，你辛苦些。笑儿、浩儿，你们年龄也不小了，该成婚了。明天我在宗门旁系给你们物色个好姑娘，希望在我死之前可以抱上孙子。父亲，我知道了，先休息吧。医师说您现在不能说太多话。唐昊刚想说话，却被唐啸拦下，他只能闭上嘴走出房间。唐啸紧随其后。你刚刚想要说什么？我不想结婚。你还在想阿银是吗？她已经加入武魂殿了，你们两个已经没有可能了，你懂不懂？哥，我想再去试试，我要和阿银当面说清楚。上次在武魂殿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大闹武魂殿长老受封仪式，结果是什么？是你差点死在那。哥，我和阿银是相爱的，我能感觉得到。那你能不能感觉到我也喜欢阿银？我们三个人结伴而行，阿银活泼可爱真诚，相处那么久，不喜欢才怪。不过我能感觉得到，阿银对我只是对哥哥的关系，所以我将这份感情深埋，祝福你们。前提是阿银没有加入武魂殿，现在这种情况，你们之间不可能联姻。我们可以公平竞争。唐昊，你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在装听不懂？宗门现在什么情况，你看不到吗？哥，我再争取最后一次好不好？这一次不论成不成，以后我都将重心放在宗门上。唐啸只感觉头都要炸了，他现在压力这么大，唐昊不想着帮他分担一些就算了，竟然还在想着谈情说爱。最终他无力的摆摆手，已经不想再说什么。第二天，唐城看着独自忙碌的唐啸一会，浩儿呢？怎么不和你一起？弟弟这段时间还是闭关休养，都是借口。我看这个臭小子就是不想结婚生子。算了，浩儿从小就不如你稳重。笑儿，我知道你承受了太多，但现在的情况，这个担子只能你来扛。要怪就怪父亲不争气吧。身为嫡系长子，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昨天我给你挑选了几位长老的子女，你过去看看，找个好妻子也能替你分担一些。另一边，唐昊已经孤身一人出现在武魂殿门口，他将手中的书信装好，掏出些金魂币交给守卫。麻烦将这封信交给阿银。不过我保证不了这封信能送到三长老手里。为什么？三长老从入殿开始便闭关修行，极少出现在我等眼前，你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我知道了，只要送了就行。唐昊离开之后，守卫随手便将信件撕碎，扔在空中。这小子真是傻，都说了三长老一直在闭关修行，还要送，管他呢。那小子来问，就说信件递上去了。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唐昊眼看已经等了10来天，阿银的消息一点都没有传来。他再次来到武魂殿门口，却被对方一句话打发走。信件已经递上去了，你安心等着就行。唐昊向着武魂殿内看了一眼，转身离开。他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晚上再等不到回信，他便夜闯武魂殿，说什么也要见到阿银。入夜后，唐昊刚刚靠近武魂殿，便被巡逻的人围住。唐昊，又是你！你不在昊天宗待着，多陪陪你父亲，夜闯我武魂殿做什么？我想见阿银，我有话和他说。我武魂殿第3长老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压下去。片刻之后，教皇殿内，教皇殿下，唐昊夜闯武魂殿已经被拿下，怎么处置他？选择1，必须给唐昊点教训，废其魂力，上昊天宗讨要说法，奖励10万年神赐魂环1枚，天神亲和度提升2%。选择2是看在阿银的面子上饶过唐昊，奖励兽王丹1枚，阿银服用之后可提升魂力修行速度。你嗤笑一声，该说这小子痴情，还是说他傻？月关废了唐昊的魂力，另外通知昊天宗，让唐城过来领人。第二天，唐城正紧锣密鼓地给唐啸张罗着婚事。笑儿，你也见了几个姑娘了，看上哪个了？都挺好，我都听父亲的。不如就大长老的女儿吧，不在了，他们一脉能帮你很大的忙。这时昊天宗门人急匆匆跑，启禀宗主，武魂殿传信特使前来，说是有要紧的事情。唐啸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快请进来，万万不可怠慢。父亲，我去接待就好了，您身体不适，还是多休息为好。唐城点点头，随即回到房间修行。片刻之后，唐啸急匆匆走进会客厅中，不知特使带来了什么消息？自然是好消息。唐城唐宗主呢？我要亲口告诉他，昊天宗现在由我代管，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可教皇殿下钦点唐城唐宗主，不敢不从。不知特使要说的是什么事情？事关唐昊，还请唐宗主亲自过来，不要让我难做。唐啸面露难色，看这个样子，肯定是唐昊又闯下大祸。他立刻上前，从怀中掏出些金魂币。特使，我父亲休息了，您与我说就好。这件事没得商量，教皇殿下钦点唐宗主去一趟武魂殿，如果您不通知，我就只能自己通知了。传信特使蕴含魂力的声音几乎传遍昊天宗每一个角。唐宗主还不出来一见！房间中的唐城听到这一声音，顿时起
起身，心头直跳，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六子，去把传信特使带来书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事。唐城拄着拐，独自向着书房走去，有些佝偻的背此刻挺得笔。片刻之后，传信特使到来。唐宗主，昨夜唐昊强闯我武魂殿，现已被拿下。教皇口谕，让你亲自去领人。请特使给教皇回话，这就去领人。传信特使拱手告别，没有多留。随后，唐城起身，握着拐杖的手都在颤抖。笑儿，这是怎么回事？唐昊还是喜欢阿银，他想和阿银说清楚。笑儿，这种事你怎么能由着他胡来？强闯武魂殿，千寻疾没杀了他，已经网开一面。唐城由于情绪太过激动，内伤复发，猛咳不止，鲜血不断从其口中流出。父亲，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不要激动。唐城不断深呼吸着，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其实他也明白，唐昊从小就是这样。唐啸不少为唐昊扛雷，但是如今昊天宗的情况让他很是着急。笑儿，你以后可不能由着昊儿随意乱来。我知道了，父亲。第二天教皇殿之中，唐城、唐啸两人双手抱拳行礼，参见教皇殿下。唐城，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多谢教皇殿下关心，身体已经恢复大半，再休养些日子就差不多了。那就好，我还担心因为唐昊的事情让你伤情加重呢。既然如此，不如我们谈谈怎么处理这件事吧。唐昊这孩子莽撞，我先带他给教皇殿下请罪。另外，我昊天宗愿意赔偿。赔偿就不用了，我武魂殿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过昊天宗认为唐昊值多少资源？教皇殿下，我们也不要绕弯子了。我昊天宗用1半的资源换唐昊，您看怎么样？我记得上次蓝电霸王龙家族为了一个废物玉小刚，可是掏出全部家当。没想到堂昊天宗双子星之一的唐昊才值1半资源，资源全部给你们，我昊天宗怎么办？你们怎么办？关我什么事？你们自己人都不在意，不是吗？上交全部资源可以，但是我昊天宗绝对不会将门内子弟送来武魂殿，这是底线。放肆！哪里轮得到你来提条件？月关的声音中夹杂着魂力，直冲唐城而去。唐啸连忙释放魂力抵抗，但是他魂斗罗的魂力哪里能挡住封号斗罗？两人同时闷哼一声，脸色变得苍白。唐城紧抓着唐啸的手，强行咽下涌上的鲜血。教皇大人，您有什么条件？既然你不愿意让昊天宗弟子来武魂殿修行，那么就自觉隐退吧。什么意思？放弃所有属地，下属宗门，封山封宗。只要我武魂殿在1天，你昊天宗就1天不能出事。你这不是要我们找个角落等死吗？等死还是现在就死，自己选。不用拿失踪的唐晨压我，也不用拿什么仁义道德、大陆名声压我，这就是我的条件。要么避世不出，要么灭门。教皇大人好算计啊！先是让阿银加入武魂殿，再利用昊儿冲动的性格引我们入局，最后逼我们避世不出。我说这些都是巧合，你信吗？好，我答应你。我昊天宗从今天起放弃所有属地，避世不出。来人，把我们的功臣唐昊带上来。唐城没有和你告别，转身便向着教皇殿外走去。突然，他口中鲜血狂喷不止，整个人摇摇欲坠。父亲！唐啸、唐昊两兄弟连忙上前搀扶。唐城起身挺直腰板，头也不回。教皇殿下，不好意思，一口淤血脏了教皇殿。没事。此时昊天宗的车队上，唐啸和唐昊两人坐在唐城的身边，担心地看着他的状态。马车刚刚起步，唐城再次一口鲜血喷出，脸色变得灰白，精神瞬间萎靡。唐啸一把将他扶住。父亲，你撑住，我们现在就回宗。回什么宗门啊？先找个治疗系魂师给父亲治伤啊！治疗系魂师我们车队里有，现在要紧的是回宗。笑儿说的对，我就算死也要死在宗门。得到命令的马车立刻出发，出了武魂城，一路向着昊天宗狂奔。治疗系魂师随车同行，一路上不断维持着唐城的生命，哪怕透支魂力都不曾停下。太阳慢慢下山，马车终于出现在昊天宗山脚下。父亲，马上就到宗门了，坚持住！听到这话的唐城猛地睁开眼，这一瞬间他竟然推开治疗系魂师，独自坐了起来。停车。随后他起身走下马车。唐啸这才发现自己的父亲这次竟然没有用手杖，反而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他眉头紧皱，心头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父亲，这是好了，就怕是回光返照。此时唐城已经走到悬崖边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很是满足。父亲，我们还是尽快回宗吧，您身上的伤势耽误不得。不用，我现在感觉很好，前所未有的好，好像回到了巅峰一样。笑儿、昊儿，你们过来陪我好好看看这晚霞。两人只好站在他身后，远眺天边的金色余晖。笑儿，以后昊天宗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辛苦你了。不辛苦，父亲。昊儿，以后切记不可莽撞，好好待在昊天宗内，结婚生子，多帮帮你大哥。你魂力被废，需要重新修行，现在宗门帮不上你什么忙，只能靠你自己了。昊天宗不怪我就好，别的昊儿不敢奢求。唐城没有再说话，笔直地站在悬崖边，注视着天边的晚霞。时间一点点过去，两兄弟渐渐发现不对劲。父亲，我们回宗门吧。见唐城始终没有回应，两人连忙上前查看，顿时愣在原地，双眼通红。他们的父亲唐城死，竟然就这么站在宗门脚下，看着天边的晚霞死了。父亲。唐啸、唐昊两人跪在唐城身后痛哭。宗主。昊天宗其他人也都露出悲痛之色，齐齐跪地。另一边，你正皱眉看着月关递上来的情。你是
说，在我武魂殿管辖区域下被活生生屠了一座城。是的，对方多少人，什么魂力等级，隶属于哪个势力，这些还在查。我武魂殿养这么多暗探眼线是干什么吃的？被屠成了，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事发突然，他们已经在全力查了。教皇殿下息怒，保重身体。我只给他们3天的时间，3天之后查不出来，让他们提头来见我。还有其他事吗？蓝电霸王龙家族送来的孩童中有2天赋突出，一人叫玉天恒，嫡系血脉，很有手段，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孩童管理得井井有条。另一人名为玉天星，蓝电霸王龙家族旁系血脉，这小子脾气火爆，战斗力很强悍。重点关注这2个小家伙，以后回归，他们可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中流砥柱。不过玉天恒很有主见，我担心什么？不能为我所用就杀。还有，密切关注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动向。还有一件事，唐城死，送上挽联，表示一下。月关退去之后，你放下手中事物，掏出系统奖励的10万年魂环，一把捏碎，看着自己的第8魂环变为红色，战斗力再次增强，十分满意。2天之后，月关带着暗探送来的情，急匆匆走进教皇殿。教皇殿下查到了屠城的共有2人，都是封号斗罗，他们靠杀戮提升魂力。这2人现在在哪儿？正在我武魂城属地千秀城。这2个家伙胆子可真够大的，叫上鬼魅，我们走。当你们3人出现在千秀城之时，一名商人打扮的暗探出现，单膝跪地，启禀教皇殿下，屠城的2人正在妓院之中寻欢作乐。你们刚进门，便清楚地听到楼上传来的淫乱声音。这时，几位女子从房间之中娇羞地跑出，身上只有2块布裹着，露出大片雪白的皮肤。后面出来2个脸色苍白的汉子，正蒙着眼睛追着前面的女子。突然的一声尖叫，打扰到2位大汉的兴致，他们一把拉掉眼上的黑布。叫什么叫？有人！一时间，所有的女子全部跑回房间之中，其中一个汉子双眼微眯，盯着下面。3位不好意思，这里我们包场了。不过3位若是有兴致的话，倒是可以和我们一起，人多热闹嘛。不必了，我们就是来找你们的。找我们有什么事？我们2兄弟和3位并不相识吗？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敢在我武魂殿属地屠城，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原来是武魂殿的人啊，不过是些没用的普通人而已。3位找上门来，难不成是想杀我们？不然我是来给你们送锦旗的吗？这2人的态度让你很是恼火。不过为了试探对方身后还有没有势力，得强行忍住一掌拍死他们的冲动。还请3位给教皇大人带话，我2兄弟有意加入武魂殿。你眉头一挑，这2个家伙还真是够无耻，2个不长眼的东西，教皇殿下当面竟然认不出。2人对视一眼，连忙跪下。血杀，拜见教皇殿下。起来吧。你扭头给了月光鬼魅一个眼神，2人立马挪动步子，向着血煞他们走去。教皇殿下，我有一宝物要呈给您。您稍等，宝物在楼上，我去给您取来。不用了，你们人来就行了，不需要带礼物。血煞闻言突然暴起，全力攻向你，丝毫未动，仅仅魂力激荡将其挡下。邪修手段果然脆弱，这点攻击完全不够看。见此，2人立刻转身逃跑。你一步踏出追去，月光鬼魅连忙跟上。教皇大人，我们在哪里动手？不急，让他们再往前窜窜，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再动手，免得他们伤及无辜。明白。片刻之后，你落地，看着气喘吁吁的血煞2人，怎么不跑了？你们的魂力储备甚至都不如魂斗罗啊！教皇殿下，等吞了你，我们就够了。现场突然浮现出血色大阵，快速将你们3人笼罩。血煞和血煞各自站在2边阵营，大量鲜血从2人的体内飞出，他们肉眼可见的瘦下去，顷刻间只剩下皮包骨。知道武魂殿会来人，没想到是教皇殿下亲自来了，真是万分荣幸。吞了你们3个，这大陆任我兄弟2人逍遥。好啊，就让你们吞个够。你释放武魂6翼天使，神圣光辉的照耀下，血色大阵运转竟然缓慢下来。不过在血煞2兄弟的催动之下，再次恢复如初。还不等他们高兴，又瞬间惊恐起来。只见你魂力激荡，6翼天使光辉绽放，高举双手，一轮大日正在缓缓凝聚，其上爆发出极其恐怖的魂力，持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高温。2兄弟身上的血肉不断融化，很快便露出森森白骨。他们再也顾不得主持阵法，立马双膝跪地求饶。教皇殿下，我们知道错了，请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你悬浮在半空之中，手臂无情的挥下，那轮大日从6翼天使的手中脱落，砸向地上的血煞2兄弟。月关拉着鬼魅躲开。老鬼，我刚刚好像看到了2轮太阳在天上。教皇殿下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魂技了？大日神光落下，极高的温度顷刻间将整座山都融化了一半。要不是你及时收手，这里恐怕什么都留不下。至于血煞2兄弟，早就气化蒸发，连渣都没有剩下。走吧。教皇殿下，这不是回武魂殿的方向，去趟落日森林，顺便逛逛。进入森林，3人面前出现一片毒障，拦住去了。独孤博人位置升仙道：“这里是私人地方，不欢迎做客。”早就听闻毒斗罗独孤博性格孤僻，不喜与人交往。如今一看，果然如此。独孤博出现在面前，绿色的树瞳紧盯着你，再
看到你的时候，瞳孔紧缩，感受到极致的危险。独孤博参见教皇殿下，不知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独孤博不用这么戒备，我三人只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教皇殿下请。进入后，你的目光定格在相思断长红之上。独孤博见你在打量着他的花，顿时心头狂跳。教皇殿下，屋里请。你微微一笑，跟着独孤博走进屋中。此时的独孤雁大概4、5岁的样子，正瞪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三人。这是独孤雁吧？真可爱。你捏着独孤雁的脸，却被他没好气的一把打掉。哈哈哈，小家伙还挺有脾气。教皇殿下，孙儿还小，不懂礼数，还请不要见怪。没事，小家伙这么可爱，我很喜欢。聊了这么久，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既然是朋友，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也不能让我空手走不是？相思断肠红，让我带走吧。什么？独孤博瞬间瞪大了眼睛，感情说了半天是在这里等他。你能同意，真是太好了。再见。你瞬间起身走到花圃中，趁着独孤博还没有反应过来，立刻用极其专业的手法将相思断肠红完整的采摘下来，保存好。等独孤博反应过来想要阻止之时，三人已经消失不见。教皇殿下，我们专门来一趟，只是为了这一株仙草。这次是为了仙草，下次就不是了。可独孤博是天斗帝国皇家客卿，为人又孤僻，应该不会与我们交好。所以我们现在去一趟天斗帝国，找雪夜大帝叙叙旧。转眼间，你们三人出现在天斗城中，刚走到皇宫门口，被守卫拦下。你出奇的没有直接闯进去，麻烦通报一声，武魂殿教皇千寻疾来见一见雪夜大帝。不过片刻的时间，雪夜大帝便亲自出来迎接。教皇殿下亲临我天斗皇城，蓬荜生辉呀！雪夜大帝亲自出来迎接，本教皇深感荣幸。教皇殿下，请入宫一叙。正有此意。皇宫之中，你一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雪夜大帝心中掠过无数种念头，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对方来这里是什么意思。虽然他是天斗帝国的皇帝，手下拥有100万大军，但是顶尖战力空缺，皇室中唯一的封号斗罗还是独孤博这位客卿。而武魂殿虽然没有100万大军，但全大陆1半以上的封号斗罗都在武魂殿之中，并且武魂殿还为登记在册的魂师发放补贴。很难想象，如果武魂殿一声令下，能集结多少魂师为他卖命。这时你无意间调出保存相思断肠红的宝玉盒子，其中魂力涌，显然极为珍贵。教皇殿下，这看起来是件不错的宝贝呀。这玩意儿叫相思断肠红，是刚从独孤博那采摘的仙草，没想到竟然一不小心掉出来了。这玩意儿金贵的很，保存不好可就没用了。雪夜大帝嘴角微微抽动，好一个不小心啊！不过说这仙草是从独孤博那里采摘的，什么意思？他的第一念头是对方故意用仙草来离间独孤博和天斗皇室之间的关系，可转念一想，他并没有得到落日森林中打斗的消息，也就是说独孤博同意其采摘仙草，难不成这是来给他打预防针来了？独孤博难不成暗中真的和武魂殿交好？你见到雪夜大帝脸色阴晴不定，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立刻起身。陛下，时候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了。第二天，身处冰火两仪眼的独孤博缓步向着毒帐外走，随意挥手间便有一道绿色能量飞出，不远处立时响起落地声。谁派你来监视我的？陛下，救命！独孤博五指用力轻松将其喉咙捏碎，紧接着一具又一具中毒而死的尸体倒下，直到清理干净，他才回到毒帐之中。另一边，在寝宫之中等待许久的雪大帝眉头紧锁。陛下，有消息了，第一批派出的暗探全部中毒身亡。雪夜大帝不断深呼吸着，他知道这是独孤博给出的警，让其他人撤回来吧。几天之后，武魂殿的一则消息再次惊动全大陆。武魂殿学院的新一届招生开始了。七宝琉璃宗内，宁风致看着手中的琴，眉头紧皱。竟然真的有能增加魂力修行速度的阵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武魂殿说的是真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各宗门势力只能挑武魂殿剩下的，一代代下来都不用武魂殿出手，上三宗名存实亡。我也是担心这个，不论何种资源都比不上魂力修行啊！别说年轻天才了，就连我都想去试试，能不能打破79级的屏障呢？蓝电霸王龙家族中，玉元镇也陷入沉思。玉天恒、玉天心等人本来天赋就极强，现在再加上魂力凝聚大阵的帮助，用脚想都知道，两人归来之日就是蓝电霸王龙家主之位易主之时。经过10几年的洗脑，这些家族子弟恐怕早就对武魂殿死心塌地，自己这边就算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昊天宗内，唐啸、唐昊两兄弟同时举行婚礼。1个月后，月关带着3名孩童走进教皇殿。启禀教皇殿下，这是这次招生中最优秀的3位学生：胡列娜先天满魂力，妖狐武魂；邪月先天满魂力，月刃武魂；燕先天魂力9级，武魂火焰领主。你看着台下几人，基本和记忆中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好好修行，武魂殿的未来还要看你们，定不辜负教皇大人。好，去吧，月关，叫上鬼魅，我们再去会会老朋友。落日森林冰火两仪眼中，你带着月关鬼魅再次出现。教皇殿下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和你叙叙旧。我与教皇殿下并没有太深的交情，叙旧谈不上。我知道你的武魂碧鳞蛇皇有缺陷，毒素反噬不是一个小问题。教皇殿下到底想说什么？你孙女的武魂也觉醒了吧？
日后免不了要受毗邻蛇毒反噬的痛苦，真是遭罪。教皇殿下说这些是有解决的办法，我当然有办法，不过你知道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得到我的办法，必须加入我武魂殿。如果教皇殿下真有办法，我加入武魂殿又何妨？好，一言为定。你从怀中掏出恶难毒体修行手册，当着独孤博的面撕下一小部分，这就是我的办法。将全身毒素汇聚一处，形成毒丹，炼成恶难毒体。这方法我早就试过，行不通的。行不行？试过了才知道。我武魂殿的东西可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我说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开头的一小部分就拿仙草来换吧。你也不管独孤博同意不同意，带着月关直奔奇荣通天局而去。摘下之后，三人立刻离开。教皇殿下果然英明，只用一个什么手册，竟然就换来奇荣通天局。恶难毒体手册对我们来说没用，但是对独孤博来说就是神书，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会亲自去武魂殿找我们的。此时落日森林冰火两仪眼处，独孤博还是没忍住，再次拿起恶难毒体修行手册看了起来。虽然这里面讲的方法他以前试过，但是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不会放弃。紧接着他盘膝而坐，开始催动魂力压缩体内的毒气。时间一点点过去，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的毒素被有条不紊地向着丹田处压缩，比之他之前强行用魂力压缩导致毒素反噬爆发，好的简直不是一点半点。他继续拿起手册仔细地研读起来，但到了凝聚毒丹这一步竟然没有了。独孤博坐在原地愣了半天，这个手册真的有效，将不可控的毒素变得可控，变成自身的攻击手段。最关键的是，成就恶难毒体之后，武魂毒素会自动进化。毗邻蛇武魂不需要仙品9节，翡翠也能进化为毗邻蛇皇。有了这个，我独孤博也能成立家族，也能子孙满堂。老子的毗邻蛇皇根本不比什么蓝电霸王龙家族差。独孤雁并不知道自己的爷爷为什么那么激动，但是他听得懂子孙满堂这4个字。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们独孤家没有香火旺盛的命。燕儿，你有救了，咱们独孤家有救了。独孤博二话不说起身带着独孤雁往外走。爷爷，我们这是去哪儿？去武魂殿找教皇大人。这么晚了，教皇大人不休息吗？独孤博瞬间僵在原地，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就算千寻疾没有休息，自己深夜打扰也不太好，万一惹得他不高兴，不给后半部分怎么办？燕儿说的对，是爷爷太激动忘了。独孤博将独孤雁哄睡，自己实在是激动的睡不着。突然独孤博一拍脑袋，求人怎么能不带东西呢？我记得教皇大人喜欢仙草，挖些送给他吧。转眼独孤博出现在花圃之中，开始采摘成熟的仙草，仅仅片刻的功夫就已经摘下一大半。天蒙蒙亮，独孤博便迫不及待地带着独孤雁向武魂城赶去。现在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天斗皇室？他们能给他恶难毒体的修行手册吗？与此同时，武魂殿之中，月光缓缓睁开双眼，经过一晚上的调整，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处在巅峰。直到这时，他才拿出奇荣通天局开始吸收。与此同时，武魂出现在手中，上面的魂环有规律地律动着，2朵奇荣通天局开始相互吸引靠拢，上面散发出的精纯能量不断冲刷着月关的身体，游走于每一处经脉血肉，同时修复着暗伤。随着仙品奇荣通天局缓缓消失，月关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魂力不断涌动，似乎是要突破下一等级，但是却被月关强行按压下来。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修补武魂的缺陷，容不得出一点差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仙品奇荣通天局终于被月关全部吸收完毕，他体内的魂力再次激荡，每一次都会让他的气势上升1分。定眼看去，只见月关的武魂奇荣通天局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就连他自己身上都布满金色纹路。强大的威压风波散出，下一瞬，供奉长老全部出现。月关的实力精进很多啊，有进我们供奉殿的资格。金鳄斗罗说笑了，月关的实力哪里比得上供奉殿的诸位长老？众人连忙向你行礼。吉儿，你给月关吃了什么，竟然能让他有如此突破？仙品奇荣通天局，从今天开始，月关便脱胎换骨，一飞冲天了。此时月关猛地跃至半空之中，身体爆发出强烈的金光，一身魂力在此刻一泻而空。接着在魂力凝聚大阵的帮助下，漫天魂力倒灌而下，钻进其体内，使他的魂力等级稳定在96级。月关终于了了你的心愿了。月关，多谢教皇殿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是魂力浑厚，声音足以传遍武魂城。此时的鬼魅已经有点羡慕月关，他这次不仅修复了武魂缺陷，还在仙品奇荣通天局的作用下，魂力变得更加纯粹，就连肉身强度也得到质的提升，收获颇大。另一边，独孤博感受到武魂城方向传来极强的魂力波动，紧接着他便看到一个小金人冲到半空之中，直到金光散去，他才看清楚那竟然是月关。难不成又是教皇殿下的手笔？毒素反噬是他独孤博一脉的缺陷，也是他的心病。现在他看到月关修复武魂缺陷，也莫名的激动。不久后，独孤博带着独孤雁踏进教皇殿。独孤博见过教皇殿下，我见您喜欢这些仙草，便将其采摘献上。你一看，眉头瞬间皱在一起。独孤博对于仙草的
的作用和采摘方式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这便导致他这次带来的仙草不少都因此浪费。药效大师独孤博，用毒方面你是一绝，可在这仙草方面，你还真是个半吊子。独孤博一时语塞，自己好不容易拍一次马屁送一次礼，竟然起到反作用了。我在仙草方面的知识确实缺乏，还请教皇殿下恕罪。他独孤博自从出道以来，什么时候这么卑躬屈膝过？可惜今世不同往日，对方手里拥有他们独孤一脉逆天改命的手册，这点委屈倒也不算什么了。你看着独孤博的态度很是满意。我知道你一心研究毒术，能理解。多谢教皇殿下，昨天我认真研读您给我的恶难毒体修行手册之后，发现真的能有效遏制我体内的毒素反噬，实乃奇书啊！不只是能遏制，这本手册对于你独孤一脉来说，简直是天赐宝物。天赋好的话，不仅能将毒素反噬变为自身毒功，还能以纯粹的毒功反哺武魂，促进进化。独孤博瞬间瞪大了眼睛，陷入惊喜之中。他可是知道武魂没有进化前的痛苦，若是他能找到第二株仙品九节翡翠，让儿子的武魂也进化成为碧鳞蛇皇，那么现在他的儿子可能还在，可能也能等到恶难毒体手册的出现。想到这，独孤博立马双膝跪地：教皇殿下，我愿意加入武魂殿，我独孤一脉的后人也愿意成为武魂殿的一员，为武魂殿赴汤蹈海，冲锋陷阵，万死不辞。如果我独孤博有违此事，立时毒发身亡，不得好死。你起身走下台，亲手将他扶起。你现在还是天斗帝国的皇家可卿，我武魂殿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挖人呢。还请教皇殿下放心，我与天斗皇室本就是利益交换。昨天我出发之时，已经传信雪夜大帝，辞去皇家客卿的职位。可我们现在也是利益交换啊！我独孤博愿用生命来和教皇殿下交换。既然你如此诚心，本教皇便同意你的加入。这是剩下的部分，拿去修炼吧。你将恶难毒体手册全部交给他。从今日开始，你独孤博就是我武魂殿第4长老。但是你刚刚辞去天斗皇家客卿的职位，便加入我武魂殿，鉴于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造成的后果，就不给你举行长老受封仪式了。多谢教皇殿下信任。独孤博不在乎这些虚名，他现在只想赶快回去研究修行恶难毒体，好尽快将之全部交给独孤雁，让孙女不用和他一样承受毒素反噬的痛苦。你自然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月关，你带独孤博爷孙俩去安排好的住处。片刻之后，月关回来了。教皇殿下，就这么把手册全部交给独孤博，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没事，独孤博虽然性格孤僻，但不是出尔反尔之人。就算他修成恶难毒体，想要脱离武魂殿，我也有底气一只手按死他。另一边，星斗大森林中，一只噬魂蛛皇正趴在几人身上，疯狂地吞噬其魂力，引来阵阵哀嚎。比比东则满脸狞笑地站在一边。他偶然发现，利用武魂噬魂蛛皇的吞噬能力，能获得大量魂力，再用这些魂力修复自身断裂经脉，事半功倍。从那一天起，比比东便开始在这一带疯狂吞噬，先是魂师，接着是魂师，现在他已经能同时吞噬多位魂尊的生命力以及魂力。比比东享受着这些人的惨叫声。曾几何时，他被千寻疾废除魂力，赶出武魂殿，这些人全都嘲笑过他，尤其是在公告的那天。求饶也没用，成为我的养料是你们的荣幸。比比东感受着体内充裕的魂力，很是兴奋。眼前的几人很快被吸成干尸，比比东随手一击打出，一阵风吹过，现场什么都没有留下。他抚摸着自己的嘴角，眼中满是贪婪。下一个在哪儿呢？入夜，比比东的面前再次倒下几具尸体。他察觉到自己体内魂力已满，销毁现场之后，便立刻回到住所。当月色再次降临，比比东猛地睁开双眼，突然吐出一口黑色腥臭的淤血，脸上带着几分红润，显得更加的妖异。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再有几个月便能将全身经脉修复，再次踏上修行路。我亲爱的师傅，您可要等着我，我可是很想念和您的再次相遇。此时，月关走进教皇殿。教皇殿下，这是最近的情报。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声名鹊起的铁三角，他们以3位一体武魂融合技打出名堂。你拿起情报翻看，映入眼帘的果然是熟悉的名字：玉小刚、柳二龙、弗兰德。3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倒是有些名堂，但29级的玉小刚就算折腾出花来，对你来说也不值得一看。现在留着他，不过是想看看等唐三出生之后，两人能给你带来什么意外惊喜。与此同时，天斗帝国皇宫之中，雪夜大帝也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独孤博疑似已经加入武魂殿的消息，整个人瞬间暴怒不已。武魂殿千寻疾，欺人太甚！独孤博这个老匹夫，一封信就辞去皇家客卿之位，武魂殿给了他什么，让他能如此不顾脸面？摆驾，寡人要去会会千寻疾。很快，雪夜大帝的驾辇从天斗城出发，向着武魂殿奔去。这样大的动作自然也引起其他宗门势力的注意，暗探一批接着一批的派出，都想知道雪夜大帝此行的目的。真要说他准备攻打武魂殿，各宗门势力的掌门人绝对不
不相信，不是不敢，而是他没有那个实力。同时，武魂殿也得到消息，教皇殿下让我带人去灭了雪夜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如此大张旗鼓的前来我武魂殿，显然是来者不善。教皇殿下，我可以暗中击杀雪夜，身旁连个封号斗罗都没有，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胆子。他的百万雄师给他的胆子。教皇殿下，这件事因我而起，就由我去解决吧。你既然已经加入，就是武魂殿的一员，不过是个区区血液，本教皇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选择一：天斗帝国雪夜大帝兴师动众前来，完全没有将武魂殿放在眼里。为维护武魂殿威严，必须击杀，振我武魂殿威名，奖励1000魂圣等级亲卫。选择二：最近武魂殿势力扩张趋势明显，各势力宗门忌惮不已，一旦联合在一起不是好事。此事需要从长计议，奖励万年神赐魂环2枚，大陆仙草详细资料1份。其实你也不想杀雪夜。天斗帝国虽然没有顶级战力，但是打起来会被其他虎视眈眈的宗门势力趁虚而入。你相信上三宗不会袖手旁观，就算不明着来，也会暗中帮助天斗帝国。现在的武魂殿很强，可以说是大陆第一势力，但是还没有强到能与天下势力对抗的地步。月关带领魂斗罗、魂圣小队前去迎接雪夜大帝，保护他安全。记住，只能雪夜一人进入武魂殿，其他随从以及亲卫只能待在武魂城300里外。属下明白。雪夜大帝的车队见到月关等人后，立刻停下，数万亲卫顿时进入对敌状态。月关，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想将寡人灭杀在这？您说笑了，我等奉教皇殿下命令来此处迎接雪夜大帝，保护您的安全。寡人现在很安全，开路吧。武魂殿的人却没有丝毫要让开路的想法，依旧一动不动地挡在雪夜数万亲卫的前面。月关，开路！教皇口谕，只允许雪夜大帝一人进入武魂殿，其他随从以及数万亲卫只能待在武魂城300里外。雪夜大帝脸色阴沉至极，此举和让他卸甲金殿有什么区别？他才是一国之主，千寻疾不过是一个教皇，武魂殿不过是一个宗门势力而已。真是狂妄！这几个字几乎是从雪夜大帝的牙缝中挤出来。他紧握双拳，不住地发抖，自己气势汹汹前来，为的就是给千寻疾上眼药。结果现在连武魂城都没进，就被给了一个下马威。不可能！你们真当寡人是泥捏的，没有一点脾气不成？雪夜大帝强忍心中怒火，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和武魂殿开战，不然只会便宜星罗帝国。还请雪夜大帝独自前往，我等会儿亲自保护您的安危。众将士听令！在数万亲卫震天的吼声传遍远方，月关等人显得云淡风轻，倒是将远处观察的众暗叹惊得不轻。雪夜大帝被月关等人拦在武魂城外300里，数万亲卫持战斗状态，冲突一触即发。一道道消息被飞快送到各势力手中。七宝琉璃宗内，宁风致眉头几乎拧在一起。你的意思是，武魂殿和天斗帝国搞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只是为了一个独孤博？开什么玩笑！现在查到的信息只有这些，其他宗门势力得到的消息和我们一样。不可能，独孤博哪有这么重要？一定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消息，让手下人再查。蓝电霸王龙家族内，一个独孤博哪有这么重要？难不成这其中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谁知道呢？天斗帝国为了遏制武魂殿的扩张，招揽独孤博做皇家客卿，现在人被武魂殿挖走，雪夜大帝也许是一时气不过，想找千寻疾讨个说法呢。不过这些关我们什么事？我倒是希望他们快点打起来。与此同时，雪夜大帝怒视着月关：“你当真不让？我武魂城很安全。”月关意思很明显，不可能让他这数万亲卫进入武魂城中。众将士听令，给寡人冲出一条路来！数万亲卫立刻组成战阵向前冲去。雪夜大帝，您最好还是想清楚，就您带来的这点精锐，到底够不够我们杀？雪夜脸皮抖动，渐渐冷静下来，伸手阻止数万亲卫继续前进。回去告诉千寻疾，这笔账我雪夜记下了。突然的转变，使得一众暗探都始料未及，看着自己刚刚送出的消息，有些发懵。雪夜大帝命令数万亲卫进攻，武魂殿月关强势施压，战争爆发。眼看消息来不及撤回，他们立马再次发出新的消息：武魂殿月关极其强势压迫，雪夜大帝屈服，数万亲卫冲杀停止。雪夜大帝脸色铁青地坐回驾辇之上，先回去。还不等他的数万亲卫掉头，月关出现将其拦下。教皇殿下口谕，请雪夜大帝一人前去武魂殿，由我等护您周全。你放肆！月关丝毫不让，一瞬间，雪夜大帝四周升起4股
股魂斗罗级别的威压与他对抗。我还说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底气，敢来武魂殿找事呢？月关冷笑着轻弹手中武魂七荣通天诀，顿时接连4道闷声响起，那4股魂斗罗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下一瞬，月关一步踏至雪夜大帝身前，奉教皇殿下口谕，请雪夜大帝独自一人前去武魂殿，其他随从以及数万亲卫只能待在武魂城300里外，请您不要为难我。寡人有100万大军，就算你武魂殿顶级战力大陆第一又怎么样？开战谁都别想好。雪夜大帝说笑了，月关是奉命前来保护您进城的，可担不上开战的责任。教皇殿下正等着您呢。是吗？我今天突然不想去了，你能拿我怎么样？这可由不得您了。月关一把抓住雪夜大帝的手腕，强行将他带走。武魂殿其他人连忙跟上，只留下数万精锐在原地迷茫。一众暗探都不由得感叹事情改变之快。急报：雪夜大帝准备离去，但是被月关强行带进武魂殿。各势力得到消息的同时，无一不觉得千寻疾的做法太过霸道。他今天敢这么对雪夜，明天就敢这么对我们。不过现如今武魂殿势力庞大，顶尖战力这方面我们谁都不如他。现在昊天宗隐退，蓝电霸王龙家族成疯子，我七宝琉璃宗独木难支啊！此时得到消息，你嘴角也忍不住一阵抽搐。以前觉得月关办事挺圆滑的，今天怎么就认死理了呢？雪夜大帝要走，你让他走就行了呗，非要强行把人家带过来干什么？还什么教皇口谕？你月关装了个大的，让本教皇背上霸道蛮横的名头是吧？这一株仙品七荣通天局的功效还是有点太超标了。没多久，月关等人带着雪夜大帝走进武魂殿。雪夜陛下舟车劳顿，快坐下休息。教皇殿下好大的威风，简简单单一句教皇口谕，我不得不来呀！雪夜陛下客气了，月关也是看陛下一路赶来太过劳累，所以想请陛下进来稍作休息。雪夜大帝冷哼一声，不再说话，脸上的愤怒依旧不减。不知雪夜大帝此次带数万亲卫前来，有何贵干？本教皇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以为你要和我武魂殿开战呢。教皇一声不吭，将我皇家客卿独孤博带走，我自然是担心他的安危，来和教皇要人的。雪夜的话滴水不漏，让自己带来的数万亲卫有了正当的理由。据我所知，独孤博已经辞去皇家客卿一职，现在是我武魂殿第4长老。什么？雪夜大帝表现得很是震惊，就像是他没有收到独孤博送上的信件一般。还请陛下见谅，是我自己决定加入武魂殿。独孤博，你想辞去皇家客卿一职，寡人也不会拦你。人往高处走，寡人理解，可你不应该一声不响直接离开。寡人还以为你被武魂殿强行掳走，这才立马召集数万亲卫前来。是我莽撞，办事不周全，还请陛下见谅。既然误会已经解开，那就没什么事了。教皇殿下说的是。雪夜大帝当然懂得适可而止，立时和你聊起家常，宛若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直到夜深，他才准备离开。我送送陛下。教皇不用如此客气，寡人自行离开便好。这怎么能行？本教皇一定要亲自送陛下出城。你亲近地抓住雪夜大帝的手，完全一副相谈甚欢、和气生财的模样。雪夜大帝虽然不耐烦，但是也没有丝毫办法。他此时撕破脸，倒是显得他不讲道理。陛下多来啊！教皇殿下请回吧。而蹲守已久的暗探手中信息不断发出，千寻疾和雪夜陛下表现和睦，教皇更是步行送出武魂城300里外。黑暗中行进的天斗皇室驾辇之上，雪夜大帝脸色凝重，深深吐出一口气，陷入沉思。陛下，您还好吗？还好。雪夜微微点头，缓缓睁开双眼。陛下，属下有些不解，为何要冒险带队前来武魂殿？这很不理智。我知道，但是天斗皇室失去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战力，很致命。那您是来挽回独孤博的？寡人此举为的不是独孤博，而是让其他势力清楚地看到武魂殿的霸道。寡人尚且如此，他们又该如何自处？陛下目的达到了，不是很理想。如果月关放任寡人就此离开，倒也有些效果。他强横带着寡人进入武魂城，效果更是达到巅峰。但是千寻疾亲自送寡人出武魂城300里外，一路上表现亲昵，营造出一副相谈甚
甚欢的景象，将寡人前面衬托出的武魂殿霸道蛮横一下消除大半，还让其他宗门势力起疑心，可能会认为寡人与千寻疾达成什么合作。如此一来，我天斗帝国后续接触其他宗门很有阻力啊。此行还是太过危险，万一千寻疾下黑手，以我们的力量很难保护您的周全。事发突然，没时间给我慢慢接触其他顶尖战力。如果星罗帝国得到消息，一定会按捺不住，对我天斗帝国一样危险甚大。况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千寻疾不是傻子，对寡人下黑手，那岂不是显得他更加的霸道无理？是属下愚钝，还是陛下考虑周全？别恭维了，这次的努力被破坏了一大半。